穿越怪谈世界的你，竟发现能看见别人看不到的隐藏提示。全国直播之下，所有人都以为你要死了，而你却在诡异规则中发现了生。此时刚被传送进怪谈世界的你，正烦躁地听着周围几个倒霉蛋鬼哭狼嚎，有人哭爹喊娘说害怕，还有人骂骂咧咧抱怨运气差，眉头不禁皱了起来。这地方让你感到陌生又困惑，突然脑袋一阵刺痛，陌生的记忆片段强行涌入脑海，你这才明白自己穿越了，来到一个怪谈肆虐的世界。你被选为国运者，即将代表祖国进入恐怖的怪谈世界。所谓的国运者根本不是什么美差，他们是被怪谈世界选中的棋子，胜利了能给国家和自己带来好处，可一旦失败，不仅会丢掉小命，还会让怪谈世界降临现实世界。最要命的是，全国观众都正盯着你们实时直播。然而你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的弹幕里一片哀嚎，观众们看到你们5人的组合和难度等级后直呼完蛋。据资料显示，怪谈难度从单人级到10人级不等，5人难度已经相当棘手。面对这个由2个老人、2个男人和1个女人组成的临时团队，观众们忧心忡忡，担心夏国又要经历艰难的黑暗时期。你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被监视。环顾四周，发现自己身于一个普通的30亿厅里，屋里共5个人。老头戴着眼镜，一副知识分子模样，像个教授；老奶奶慈眉善目，穿着朴素略显佝偻。那个和你同龄的女人原本长得挺漂亮，却因为哭泣把妆容都哭花了。还有个17、18岁的暴躁少年，不停地踹着沙发，满嘴脏话不绝。就在这时，你们所有人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段信息：欢迎来到规则怪谈世界，在这里，请遵循规则的指示，不要试图违反规则，无论真假都是规则，请注意，你的最终结果将会影响你所在的国家。你特意等了一会儿，发现没有后续信息，其他人似乎也一样困惑。老教授还算镇定地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做。朴素的老奶奶接话说：“根据以往怪谈世界的资料，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完成这一个怪谈世界的复古。”你这才想起怪谈世界每500年出现一次，持续时间长短不定。闻言，旁边的女人哭喊着只想回家，然而她泪眼婆娑的样子却无人理会。男孩不屑地撇嘴骂道：“别哭了，光是哭能解决什么问题？”他烦躁地说：“别废话，赶紧想办法完成副本才是正事，谁都不想死在这里。”虽然男孩语气很差，但话糙理不糙，确实是事实情况。你提议先搜查房子找线索，毕竟被莫名其妙扔进怪谈世界又没有任何解释，着实让人头疼。大家都觉得你的建议靠谱，于是分头在房子里搜寻起来。你选择搜查主卧，推开门看到房间里摆着一张双人床，还有衣柜和电脑桌。那台老旧型号的电脑显示器显得格外笨重，但你的视线一下子被床头那张婚纱照吸引住。照片上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和白色婚纱的女人笑得甜蜜，让你毛骨悚然的是，照片里的新人竟然是你和刚才那个哭哭啼啼的陌生女。你凑近仔细端详，确认照片里的男人确实长得和你一模一样，新娘也绝对是那个女人的脸。你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移开视线，走到电脑桌前试着开机，却发现电脑根本打不开，电脑完全没反应，好像出了什么毛病。你突然瞥见放在桌边的脚本，你一把抓起那个日记本，只见上面写着规则怪谈过家家，里面几条奇怪的规则让你心里发毛。第1条说你是个父亲，要做好父亲的角色，但特别强调你只是个父亲。第2条警告你别告诉别人自己的名字。第3条却说夫妻必须睡一张床，哪怕那人不是你老婆。第4条让你关灯后别信任何声音。第5条叫你按时送孩子上学，但别和老师说话。你把这几条规则牢牢记住，虽然不确定他们是真是假，可要是违反了，搞不好会搭上性命。与此同时，在夏国某个秘密基地，一群人正盯着监控画面。为首的中年男子沉着下令，他是国运者支援小组的组长夏长青，他让智囊团赶紧分析这5条规则，找出问题所在。他们只有3次提醒机会，必须慎之又慎。第1个规则，父亲这个角色扮演至关重要，而父亲在一个家庭当中重要性非常突出，这也代表扮演父亲的男人不能出事，保守起见，最起码要给他留下1到2次的提醒。第2条规则，名字不能告诉任何人，这代表名字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，暂时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限制。第3条规则有些奇怪，如果对方不是你的妻子，又怎么算是妻子？这1条规则有可能是假的规则，但就算是假的，其中一部分是真的，必须要履行。等到晚上的时候注意点，随时提醒父亲。第4条，在他们逐条分析规则的同时，夏长青看见其他人也找到了各自需要遵守的规则，但是奇怪的是，其他人的规则数量并没有你那么多。另一边，你看完规则准备离开时，突然发现第2条规则下面多出一行小字，名字只是一个代号，你可以叫张三，也可以叫李四，只要不说自己的真名就行。这个发现让你惊讶不已，完全想不起刚才有这行字的存在，怀疑是不是自己眼花了。你摇了摇头，目光再次看向婚纱照时，你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。你站在卧室门口时，觉得婚纱照上的2个人都在盯着你看，但是你现在站在电脑这边，依然能感受到那道目光如影随形，让你头皮发麻。你没敢多停留，急忙抓起日记本就冲出卧室，来到外面，你发现客厅里2个老人和男孩都已经在这里等着，唯独不见年轻女人的踪影。你皱眉询问女人的去向，男孩满不在乎地说他去卫生间了。卫生间那么小，按常理说早该出来了。就在你准备过去查看时，卫生间突然传出一声女人的尖叫声。闻言，你一个箭步冲过去推开卫生间的门，只见年轻女人抱着头缩在角落，而马桶上坐着个10来岁的小女孩。小女孩歪着头，用天真的声音问：“妈妈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害怕兮兮？”看到这，你猛然想起日记第5条写要按时送儿子女儿上学，恍然大悟，原来女儿早就藏在这里。可卫生间这么点地方，女人进来时怎么没发现她？难不成小女孩是后来溜进来的？见女人没有反应，你赶紧根据规则说：“西西，妈妈只是被你吓到了而已，下次可不能恶作剧了。”你牢记自己的父亲身份，轻描淡写的说了小女孩主，走过去想扶女人起来，女人腿软的根本站不住，你只好搀着她。另外3人看到小女孩时都露出惊讶的表情，没想到房间里居然还有个小女孩。大男孩满脸不屑：“这么小也会被选为国运者，不会是来拖后腿的吧？这是什么垃圾怪谈世界？我呸！”看到男孩的举动，小女孩用怪异的眼神看着他。就在这时，小女孩的眼神被男孩发现，他恼火的走过去揪住小女孩衣领，粗声粗气的问：“臭丫头，你有意见？”闻言，小女孩没有说话，反而笑得灿烂，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。随后天真的问：“哥哥，你是在陪我玩吗？”话音未落，只听噗呲一声，一把刀就插进了男孩的脖子。男孩嚣张的表情瞬间凝固。然而此时你却瞪大双眼看着面前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就在刚刚，和你一同来到怪谈世界的男孩随便说了一句话，就被妹妹一刀插入了咽喉，一瞬间鲜血就从男孩的脖子喷洒了出来，把周围都染红了。看到这一幕，你心脏猛地一抽，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你惊呆了。谁能想到刚才还活蹦乱跳的人，转眼就被捅了一刀。
头，你清楚的看见小女孩手里握着水果刀，横着插进男孩的脖子。男孩松开抓着小女孩的手，捂着脖子却止不住喷涌的鲜血。小女孩脸上沾满血迹，却露出天真可爱的笑容，甜甜的喊着：“哥哥，我们一起来玩过家家吧。”这诡异的画面让你们几个都直咽口水。男孩惊恐的后退，想说什么，可脖子上的伤口太重，没走2步就倒在地上。小女孩依然甜甜的喊着：“哥哥，你的血液好暖和，哥哥，我想看看你的心脏是不是还在跳动。”她一边喊着哥哥，一边划开男孩的胸膛，掏出还在跳动的心脏在手上打。这可把后面的2个老人吓得瘫软发抖。你强撑着才没晕过去，这场景简直冲击人类承受极限。幸好你把那个女的送进屋了，不然估计会直接吓昏。这一刻，直播间里的8成观众当场哭，连支援小组都脸色铁青直犯恶心，不到半小时就折粉1人，对你们夏国来说可是重大打击。要知道各国参赛的都是5人小队，其他国家的选手都还活着，偏偏你们这边先死人了。就在这时，你注意到大男孩头顶浮现出一行字：作为哥哥，应该要和妹妹保持友好关系，而不是对妹妹使用暴力。看到这，你这才明白他是因为没尽到哥哥的责任，违背了角色规则才被干掉。经过分析，你意识到2个老人应该是他的父母，年轻女人是他的妻子，每个人都必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否则就会像男孩一样被所谓的女儿杀死。女孩玩腻后随手扔掉心脏，转过来天真无邪的笑着看着爸爸：“哥哥不想跟我玩，要不爸爸陪我玩吧？”闻言，你全身紧绷，知道自己的回答至关重要。你强装镇定告诉他：“西西乖，妈妈身体不舒服，爸爸还要照顾她，你先一个人玩吧。”女孩失望的答应了。你总算松了口气，可看着男孩那惨不忍睹的尸体，你又陷入了迷茫。你心里纠结是该上去收拾尸体，还是装作没看见。转头看向2位老人，却发现他们早就吓得抱成一团，根本指望不上。就在这时，男孩头上又浮现出提示：保持家庭干净是妈妈的职责。意识到必须让妈妈来处理尸体，但那个胆小的女人真的能行吗？趁小女孩西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空档，你赶紧溜进卧室。看到你进来，女人慌慌张张抓着你的胳膊问外面发生了什么，说她听见有人在叫。看她脸色惨白的样子，你轻轻拍着她胳膊低声说：“我们一起进来的5个人，那个男孩已经死了。”女人听到差点惊叫出声，幸好你手快捂住她的嘴，警告她现在叫出声会害死所有人。女人惊恐的点头后，你才松手。她紧张的咽着口水问男孩是怎么死，你告诉她被我们的女儿杀死的。这一次我们应该是扮演着各自的身份，你把知道的信息简单告诉她，毕竟死的人越多，能帮忙的同伴就越少。至于那个男孩，完全是自己作死，他总算明白自己必须扮演好妈妈这个角色，可想到要和刚杀了人的女儿相处，他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抗拒。你警告他任何出格举动都会落得和男孩一样的下场，并暗示作为妈妈要保持家里整洁，可能需要处理男孩的尸体。女人呆滞的确认这个可怕的猜测，当你点头肯定时，她彻底崩溃，眼泪夺眶而出，用哀求的目光望着你，但她也清楚这是妈妈的职责，要想活命就必须履行责任。可看到男孩那被剖开的尸体，她还是忍不住吐了出来。小女孩听见动静，立刻吧嗒吧嗒跑过来想搀扶女儿，可她知道这看似天真无邪的小丫头正是杀人凶手，下意识躲开了小女孩伸来的手。你看到暗叫不妙，担心这举动会刺激小女孩暴怒。果然，西西脸上的笑容凝固，露出伤心欲绝的表情，问妈妈：“你不喜欢西西吗？”女人突然意识到刚才后退的举动不对，可内心对小女孩的恐惧让她下意识的那样做。她强撑着说出喜欢西西的违心话，嘴角的笑容都有些抽搐。小女孩立马破涕为笑哭过来，这次女人咬牙没躲开，僵硬的抱住她，生怕下一秒就被捅刀子。还好小女孩只是开心的抱了抱就去看动画片。听到女儿抱怨哥哥把家里弄脏，女人急忙答应马上打扫。尽管尸体触目惊心，但她清楚必须处理妥当，不然就是死路一条。但是问题在于男孩死时流血太多，家里到处都被染红，要恢复原样恐怕1天都不够。更棘手的是尸体不能随便扔垃圾堆，万一被警察发现就完蛋了。失败意味着死亡，不想死的女人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，毕竟屋里2个老人靠不住，只有你能帮忙。可第一次进入怪谈世界的你，却一神带4坑，不是毫无作用的2个老人，就是拽到自己被嘎的男孩，甚至还有一个笨手笨脚的女人。看着那在卫生间女人手足无措的样子，你心里暗骂她简直蠢到家了。这可是怪谈世界，不是现实社会，尸体随便找个地方扔了不就完事？你深深觉得这女人迟早要把整个队伍拖垮。2个老人也没啥用处，现在全队就只能指望你这个男人了。与此同时，老英国那边有个影帝老爸，把小女孩哄得服服帖帖，可你不知道这些，摇着头走到女人跟前，给了一个主意：你找个东西把尸体包起来，等到晚上带出去埋了。记住，这里是怪谈世界。闻言，女人眼睛一亮，终于开窍，随即连忙找来床单把尸体包好，塞进浴缸，然后开始清理屋里的血迹。不一会，小女孩突然说：“爸爸，上学要迟到了。”闻言，你这才想起第5条规则要求你送孩子上学，正准备动身时，你猛地反应过来，首先你压根不知道学校在哪，总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把孩子塞进去。其次，规则说的是送女儿和儿子上学，可你儿子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了，这下可把你给难住了。支援小组那边也乱成一团，他们担心你一旦失败，剩下那个蠢女人和2个老人根本指望不上。你发现问题所在，心里虽然有些慌乱，但表面上还得装作镇定。你知道必须想办法问出学校的地址，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儿子这个角色已经不在，这下该怎么办呢？正在一筹莫展之际，一个主意突然闪过脑海。看着沙发上噤若寒蝉的老夫妻，你灵机一动对孩子说道：“西西乖，哥哥身体不舒服，等下我会帮他去学校请假。”天真的西西信以为真，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哥哥刚才都不陪我玩，那爸爸送我去上学吧。说完自然而然的要求你送他上学。另一边，你这个机智的应对让看直播的观众都松了口气。回到这边，你听到西西的要求，转身走进卧室收拾书包。在这过程中，你在一间卧室里找到了学校的名字，回是第1小学。你仔细想想，现实中没有这个城市名字，于是领着西西往门外走去。临走时，你对着老夫妻喊了声：“爸妈，我送西西上学去了。”闻言，他们习惯性的回应：“路上慢点。”你和西西来到外面，知道接下来自己需要注意的就是一件事，关于第5条规则，送女儿和儿子去上学，不能和老师交谈。于是伸手拦下一辆出租车，上车后你告诉司机去第1小学。然而司机听到后看了你一眼，随后问道：“今天不是星期天吗？你一个人去学校干啥？”闻言，你全身发冷，面色呆滞。你刚才听得很清楚，司机说的是你一个人，但是西西明明就在他边上，但是司机就是看不到，而且西西脸上的笑容慢慢变得诡异起来。你知道这又是一次考验，于是加速运转大脑。不久，你开口道：“师傅，难道有法律规定星期天不能去学校？”你的这一句反问让司机噎住，之后的路程中，司机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。见看来眼前的危机暂时度过，你转头发现西西脸上的笑容慢慢恢复了正常，不再有刚才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。但你清楚后面肯定还有更多麻烦等着。通过刚才司机的表现看来，他应该是看不到我身边的女儿，也就是说，女儿很大可能并不是人类。
如果他不是人类，那么一些地方就能得到解释了。之前女孩突然出现在卫生间，吓到女人，你就觉得不对劲。100多平的30亿厅空间并不算大，你们5个人分头检查时，怎么可能谁都看不到你？而且在卫生间的时候，妻子明显是被突然出现的女人吓的。更诡异的是，那把刀莫名其妙就不见了，这些迹象都在提醒你，这丫头根本不是人类。这个发现让你知道自己刚刚如果自己说错话，就会直接触发剧情杀。现在已经人手一处。另一边，支援小组看到你又一次躲过死亡陷阱，暗自松了口气，发现这次扮演父亲的家伙比他们预想更严肃。不久，出租车停在一所空荡荡的小学门口，大门紧锁的校园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你正发愁怎么让西西在周末上学，他却眨着天真的大眼睛看着你。还没等你想出办法，西西突然来了一句：“爸爸，等下老师就来接我了。”你正纳闷周末哪来的老师，就被现实狠狠打脸。一位戴着圆框眼镜、长发披肩的女老师从学校走了出来。你就是西西的爸爸吧？西西一直说他爸爸长得很帅，没想到居然是真的。你刚要搭话，猛然想起规则第5条禁止和老师交谈，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。就在大家纠结要不要回答老师时，你脑中响起一道声音：“小豆，我是夏长青，夏国远。根据我们的分析，和老师交谈的可能性更大一点，但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判断。这是第1次提醒，不要担心。”听到这，你心里挺感动的。虽然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但能得到1次提醒机会，还是让你心里暖暖的。不过感动归感动，你可不打算按支援小组说的做，直接就做出了自己的决定。只见你却拉着西西径直往校门走去，完全无视了女老师的问话。这下可把夏长青整懵了，心里直打鼓，生怕你这个举动会触发什么致命陷阱。女老师见你无视她，怒气冲冲的追上来质问你为什么不理她。然而你还是沉默不语。与此同时，西西也歪着头疑惑的看着你。爸爸，为什么不理老师呀？然而你依然不肯说话。原来在你刚准备捉花的时候，眼角瞥见了女老师头顶上那行警告文字：“这里有人吗？”这里有的明明只是一团空气。比起夏长青的提醒，你更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提示，毕竟这提示已经救过你好几次。眼见你始终不理会，女老师的面容逐渐扭曲的惊悚骇人，甚至发出如坏掉的磁带般刺耳的声音：“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？为什么不看着我？”这刺耳的声音不断冲击你的耳膜，而那张扭曲的脸几乎要贴到你脸上，但你毫不畏惧，步伐坚定地走到学校门口。当你的手搭上铁门的刹那，诡异的声音骤然消失，女老师如同从未出现过一般不见了踪影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国家的国运者同样遭遇了这个女老师，那些严守规则的幸运儿和你一样躲过一劫，而那些自作聪明想赌一把的傻瓜则在惨叫声中永远失去了画面。就在这时，学校的保安远远看见你，慌忙走过来喊着：“哎，你是干什么？今天学校不上课。”闻言，你熟练地掏出一根烟蒂给保安，解释说：“我以前是这个学校毕业的，想要回来看看母校，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？”保安接过烟后犹豫态度立马转变，痛快地答应了你的请求。与此同时，你观察到保安的目光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向你身旁的西西，这下更加确定小女孩不是普通人。再走进学校，你蹲下身轻声告诉小女孩：“西西，你自己先去上课，爸爸先走了。”闻言，小女孩就好像之前的女老师没有出现过一样，没有任何询问的意思，反而点点头。爸爸，晚上要记得来接我啊！我去上学了，拜拜。说完，开开心心的跑进了教学楼。看着西西跑进教学楼，你刚松口气，突然听到那个熟悉的女声传来：“你不是学校的老师吧？你怎么进来的？”此时你刚刚把诡异魔头送到学校上学，身后就传来了声音。回头一看，发现还是刚才那个女老师。你心中一笑，同样的招式对你是没用的，于是头也不回的继续往外走。然而这次的女老师着实难缠，直接伸手拦住你：“你到底是谁？再不说我就叫保安了。”你还是无动于衷。见状，女老师直接大声喊道：“保安，保安！”这一下可让你愣住了。你记得之前那位女老师出来时似乎没叫过保安，于是判断这次的老师是真的。听到女老师的喊声，保安急忙跑过来询问情况：“金老师怎么了？”金老师伸手一指：“这个人刚才鬼鬼祟祟的，我怀疑他是小偷。”闻言，保安转头看去，发现是我后，笑着对金老师解释：“金老师，这是误会，他是以前的毕业生，回来看看母校。”顿时，金老师面露尴尬，低头向你道歉。你自始至终没在他身上看到任何提示，估计这位女老师应该没问题，于是大方表示只是个误会。见你如此绅士，金老师更加无地自容了。见他羞愧的不知说什么好，你突然灵机一动，想趁机打听小女孩的事情。你觉得小女孩就算不是人也要来这上学，说明生前可能是这里的学生。可刚问到是否有个叫西西的小女孩，金老师的脸色突然大变，露出惊恐的神情。他震惊地质问：“你怎么会知道西西的名字以及你们之间的关系？”闻言，你虽然困惑，还是如实回答自己是西西的爸爸。金老师厉声打断你，一脸难以置信地反驳说：“西西根本没有父母，只有一对收养他的老夫妻供他上学，指责你在撒谎。”听到这番话，你震惊不已。你一直以为自己的角色是西西的亲生父亲，没想到现实情况完全不同。意识到继续坚持西西爸爸的身份可能无法获得更多信息，你赶紧改口承认自己其实是那对老夫妻的亲戚，并为刚才假冒西西爸爸身份的行为道歉。这个解释总算让金老师接受。他叹了口气，提一句：“操场上相谈。”操场上，金老师哽咽着回忆起往事。原来西西曾经是他班上最乖的学生，但是经常被班上的其他同学欺负。每当他询问西西时，西西总是说自己没事。直到去年，西西从顶楼跳下来自杀了。说到这里，金老师早已泪流满面。听到这里，你脸色微变。这么说，小女孩西西是因为长期被欺凌想开才跳楼。按理说她该有很深的怨气才对，可实际上，除非是触发到小女孩的一些点，她才会动手。平时她就是一个乖巧的孩子。更奇怪的是，既然有一对老夫妻收养西西，为什么直到现在你都没有看到她？想到这，你询问金老师是否知道那对老夫妻住在哪。他诧异地看着你，反问道：“你不是二老的亲戚吗？怎么会不知道他们在哪？”你脸不红，心不跳地说：“我是最近无意中得知关于西西的事情，过来看看情况。二老还不知情。”闻言，金老师没起疑，毕竟这种事一般人躲还来不及，于是他将老夫妻的住址告诉我。从金老师口中得知老夫妻住在国天公馆4栋404室后，你简单和金老师寒暄一会，便匆匆离开。来到校外，你拦下一辆出租车，直接前往国天公馆。然而当场停在国天公馆小区门口后，人都傻了，因为这完全就是你刚才和西西一起走出来的小区。你疑惑地问司机是不是搞错，可司机指着小区门口刻着国天公馆的石头牌子，上面写着国天公馆4个大字。这下不光你懵了，连整个夏国人都傻眼，他们清楚记得你就是从这个小区走出来的。仔细回想，似乎你下楼的时候
所在的楼层就是4楼。一瞬间，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瞬间席卷了所有人的全身，包括你在内。而且你明明记得清清楚楚，在刚进入怪谈世界的时候，当时你们在场的是5个人，其中就有那对老夫妻，并且他们无论是说话内容还是言行举止，都让人以为他们也是规则怪谈的参与者。可刚才金老师提到有对老夫妻收养小女孩，而且住址就在国天公馆里，这只能说明2方中有一方有问题。如果金老师说的属实，那么这对老夫妻有很大的问题。你知道自己现在没想什么都没有用，必须回去验证一下。于是凭着记忆，你找到自己住的那栋楼，看着墙上醒目的数字4，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住的房子正是金老师所说的老夫妻住处。这么一来，你以为是5个国运者中的老夫妻，很可能有大问题。与此同时，支援小组比你更快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夏长青急切地追问老夫妻直播画面有无异常，然而组员回答说老夫妻的画面没有任何异常，就像一对真的老夫妻一样，看看电视养养花聊聊天。闻言，夏长青皱起眉头思考，每个国运者都会有属于他们的个人画面，既然这对老夫妻的个人画面没有问题，是不是代表这对老夫妻不是金老师口中说的那一对？可惜手头情报实在太少，夏长青拿不定主意，只能继续关注你的一举一动。此时你已经站在自己家门口，盯着门牌上那醒目的404-3个数字，你肯定了金老师说的就是自己住的这间房。于是仔细回想5条规则，惊讶地发现规则中确实没提到任何关于老夫妻的内容，但是这不代表老夫妻就完全没问题。现在他们身上既然已经发现可疑之处，你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调查机会。于是你果断掏出钥匙打开了家门。此时你打开门，刚开门，女人就走上来娇羞地喊你：“老公，你回来了。”你随口应了声，边脱西服边问那对老夫妻在哪里。在得知他们在阳台上晒太阳后，你询问女人有没有发现线索。闻言，女人拿起手机让你看规则：1. 你是一个妈妈，同时也是一个妻子；2. 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的名字，除了你的丈夫；3. 5个人当中有1个不是人。看完规则，你心跳突然漏了一拍。你确实想过每个人的规则会不同，但差异这么大，真是出乎意料。这女人的第1条规则显示，她不仅要扮演妈妈，还得扮演妻子，这说明她违反任何一条都会有可怕后果。第2条规则前半部分和你相同，但后半段居然允许将自己的名字告诉丈夫，这让你完全摸不着头脑。第3条规则最令人毛骨悚然，指明5个人里混着一个非人类的存在，这与你对老夫妻的怀疑产生了矛盾。你反复查看确认，这次没有出现隐藏提示，没办法，你只能自己梳理思路。首先，女人发现了这些规则并让你看，证明她是信任你的。其次，男孩已经死了，尸体还在卫生间，这就可以排除了女人和已死亡的男孩不是人的可能性。那么不是人的可能性只能在老夫妻身上，但是你不知道究竟是他们2人都有问题，还是其中一个是伪装成人类的未知存在。突然你盯着自己时，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出现，会不会其他4个人都没问题？有问题的是你，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小。你甩甩头，不再胡思乱想，觉得自己现在掌握的情报太少，根本分析不出如何通关这次的规则怪谈。当务之急是去试探那对老夫妻，看看他们究竟是不是人。打定主意后，你小声交代女人起身，随后微笑着走向阳台。来到阳台，你看见那对老人正在晒太阳。见到你后，老夫妻热情地和你打招呼，你顺势问他们身体怎么样。老奶奶笑着说：“这把年纪还能好到哪去？”老爷子也笑着埋怨你不早点回来陪他们聊天。听到这，你心知肚明，他们都在按照规则扮演各自的角色，只是猜不透老人家拿到的具体规则究竟是什么。和他们聊了一会后，你离开阳台，在家的各人都是，但是在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。暗中观察，发现2老表现如常，虽然偷偷交换过情报，却一无所获。很快到了放学时间，你去学校接女儿西西。回到家时，一家人坐到餐桌上吃饭。就在这时，小女孩突然问：“哥哥为什么不来吃饭？”你差点没绷住口，心想你哥哥不出来吃饭，你心里没有一点避数。于是你说：“哥哥肚子不舒服，等下爸爸给他送饭吃，我们先吃就行。”闻言，小女孩乖乖的点头。吃完饭了，你在女人头上看到新的提示：哄孩子睡觉是妈妈的责任。这规定让你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为了帮助女人，你找机会提醒她。女人感激的看了你一眼，随后带着小女孩进了卧室。很快，女人走了出来，于是你和她一起来到卫生间，准备将男孩的尸体处理掉。然而当你们来到卫生间，惊恐的发现男孩尸体不见了。瞬间，你和女人浑身发冷，如坠冰中。女人不明白，她一天都在家，尸体是怎么消失的，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如果女人搬运尸体，老夫妻根本不可能不知道。随后，你检查了卫生间，发现浴缸干净的和新的一样，仿佛尸体根本就不存在。带着不解，你和女人回到卧室休息，准备关灯时，你对女人说：“关灯之后，不管你听到了什么声音，都不要相信，哪怕是我的声音。”女人点头答应。随着你按下按钮，卧室瞬间陷入一片漆黑。与此同时，你听见远处有一道声音：“你们为什么不救我？这里好冷，我好冷啊！你们来陪陪我好吗？”随着声音越来越近，你仿佛听到了声音就在你耳边，这让你头皮发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突然意识到这个声音是早已死去男孩的声音，顿时你冷汗直冒。但是你牢记规则，紧闭双眼不吭声。在等不到你回应，你耳边的声音突然变得歇斯底里，尖叫着质问：“为什么不理我？我好冷，我好疼，我的心脏在哪里？是不是你藏起来了？”你听着逐渐扭曲刺耳的声音，感觉这么大噪音根本没法睡觉，必须得想办法解决。于是你回想规则，发现上面虽然说不要相信任何声音，但没有说不能睁开眼睛。于是果断慢慢睁开眼睛，打量四周。突然你发现半空中出现一行闪光的字，灯光下众生平等。你眼前一亮，规则上说了关灯后不要相信任何声音，那么如果不关灯，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些现象？想到这，你伸手按下床头开关，在灯光亮起的刹那，周围刺耳的声音瞬间消失。旁边躺着的女人也在这时睁开了眼睛，她用劫后余生的眼神看着，谁知你直接起床穿衣服，这颗把放下的心再次提了起来。看着面露恐惧的你无奈表示要上厕所，谁知女人居然说出了一句让你差点栽倒的话。此时你穿好衣服准备上厕所，结果旁边的女人却要看着你撒尿。你犹豫一会，答应了，毕竟这里是怪谈世界。很快，你们穿好衣服，打开卧室门，面对黑暗的客厅，你忐忑地走了进去。刚进去，你就听见一道声音：“小洞，你想离开这个副本吗？”你谨记着规则，对蛊惑的声音充耳不闻。见你无动于衷，声音继续响起：“小洞，你就不想知道怪谈世界到底是什么吗？”面对诱惑，你却加快了脚步，只因你清楚自己不理会对方，对方就无法伤害自己。很快，你来到玄关这里，打开了客厅的灯，顿时那道
到蛊惑的声音也消失不见。随后你和女人一起来到卫生间门口，你叮嘱女人在门外等着，自己则打开门走了进去。刚进去，你直接打开了卫生间灯的开关，刚准备放水，突然你听到防水帘后面传来流水声，这让你汗毛倒立。你明明记得之前你们将防水帘拉开了，现在却关上了。于是你在放完水后，急忙来到卫生间门口，准备打开门出去。然后无论你怎么转动，门把手就是转不动。你开口询问女人还在不在门外，在得到女人肯定的回答后，你将卫生间里发生的一切告诉给她。这下可把女人吓坏了，她第一时间就联想到男孩的尸体，并告诫你不要过去。然而现在卫生间的门打不开，你只能过去看看情况。之所以这么大胆，完全是你发现防水帘那边并没有出现任何提示，这代表着安全。随着你走到防水帘了，伸手将防水帘拉开，浴缸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是浴缸的水龙头被打开了一点。暗暗放下心的你，将水龙头关上后，返回到卫生间门口，你再次尝试开门，没想到这次门顺利的被打开。看到你出来，女人提起来的心也放了下来。你回手将卫生间的灯关上，然而在你们准备回卧室时，你突然看到茶几上放了一根没抽完的烟和喝了一半的可乐。你很纳闷，之前你回卧室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两样东西，并且老夫妻也不是抽烟和可乐的人。就在你纳闷时，女人也看到了烟和可乐，这不是放在男孩房间的烟和可乐吗？怎么在这？闻言，你脸色一变，迅速看了看周围，没有发现异常。在确认没有危险后，你对女人说你要去男孩房间看看。闻言，女人拦住了你，我白天的时候已经检查过，什么发现都没有，甚至我还搜了下尸体的衣服。听到这，你还是决定去看一看，毕竟很有可能晚上和白天出现的规则是不一样的。女人听到决定和你一起去。很快你们来到男孩的房间，打开灯，你刚准备进去，女人突然开口，奇怪，我们这个房子是3室1厅没错吧？不明所以的你点头回应，谁知她说出了一句让你毛骨悚然的话，那我和你住在一间，小女孩住在一间，男孩住一间，那么那一对老夫妻他们住在哪？一瞬间，一股冷意油然而生，遍布你的全身。回想起你上床关灯的时候，根本没有听到任何关门的声音，这说明老夫妻根本就不在这里，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人。但是女人规则中提到有一个不是人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可把你的 CPU 干冒烟了。为了冷却它，你只能先寻找男孩的规则。然而当你们搜索完后，男孩房间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你不相信男孩没有规则。之前女人说她在男孩身上没有找到线索，那说明规则依旧留在房间里。你环顾四周，最终将目光定格在海报上。你将海报撕下来，果然发现了线索。规则：一，你是一个儿子，也是一个好哥哥；二，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的名字，爷爷奶奶除外；三，你不能第一个死去，不然会发生可怕的事情；四，0点到1点，带上茶几上的烟和可乐，去厨房交给爷爷奶奶。看到规则，你直接将第一条忽略，而第二条的内容再次和你俩的内容不一样。你的是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女人的是只能告诉男孩的是只能告诉爷爷奶奶。你无法判断这条规则的真假，只能看向第3条规则。谁知这条规则让你面色更加凝重，只因规则上说男孩不能第一个死去，不然就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。而男孩尸体失踪，关灯后出现亮环的声音，这一切都在验证这条规则，也就是说第3条规则是真的。随后你看向最后一条规则，一瞬间你就想起刚才客厅茶几上放的烟和可乐。规则上说让男孩将那2样东西去厨房交给爷爷奶奶，这是不是说老夫妻住在厨房里？你无法判断这条规则的真假，于是准备从老夫妻这里寻找一个突破口，因为你知道时间拖得越久，你们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耗死，并且你在第4条规则下面看到了一行字，这个时间点老人的牙齿不好，不吃肉。做了决定，你拿起茶几上的烟和可乐，走到厨房，刚进去，你眼前一滑，老夫妻的身影出现在你的眼前，并询问你为什么还不睡觉。你说自己出来上厕所，看到烟和可乐，害怕是他们丢下的，就送了过来。谁知老夫妻看到烟和可乐，就像看到了至宝一样，使劲咽着口水，这让你有些纳闷。看着老夫妻夸张的表情，你心中疑问更甚，于是询问了一个问题：我想知道2位到底是人是鬼？话音刚落，厨房的温度骤降。儿子，你真的想知道吗？你面色不改的给出了肯定的答复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老教授开口道：你是什么时候怀疑我们的？你回答是送西西去学校的时候，金老师告诉你，西西没有父母，只有一堆老夫妻收留他。闻言，老奶奶点点头，金老师是一个好人，可惜西西没有这个福分。说到这里，你知道了他们不是人的事实，但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伪装成国运者。然而当他们说自己是过去的国运者时，你整个人都傻了。你想了很多种可能，唯独没有想到曾经的国运者也会出现在这里。你们不是应该早就死去了吗？闻言，老教授解释道：我们的确是死了，但这一次怪谈世界选中我们来误导你们这些国运者，也就是说我们是怪谈世界的 NPC。听完你茅塞顿开，瞬间明白这次的怪谈世界不是5人级别的，而是3人级别的。随后你趁着时间还不到，急忙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：我要怎么样才能通关？通关方式有好几种，想要得到最高的 S 级评价，必须要在1个星期内完成小女孩的心愿。1级评价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坚持2个星期。B 级评价，收集其他国运者的名字，交给小女孩。C 级评价，干掉其他国运者。话音刚落，老夫妻的样子变得怪异，于是你急忙扔下烟盒，跑出了厨房。女人看你疯一样的跑出来，吓了一跳，连忙询问你怎么了。你将厨房发生的事情告诉我，只是通关方法你只告诉了他上面2种，因为后面2个很明显就是让他们国运者产生内火。很快，你决定先尝试打听小女孩的心愿，如果得不到信息，再去扮演自己的角色。这个决定得到了女人的支持。随后，你们向卧室走去，期间你回头看了一眼厨房，始终想不通老夫妻为什么想要烟和可乐。第2天，你睡醒，在客厅碰到了老夫妻，但是一番对话后，你发现一件事情：老夫妻没有昨天晚上的记忆，就像没有见过你一样。就在这时，小女孩起来了，于是你只能去送小女孩上学。在将小女孩送到学校后，你来到金老师的办公室。金老师，我是为了西西的事情来的，我想知道关于西西更多的事情。金老师叹了一口气，将西西的一切都告诉了你。然而听完后，你还是不清楚西西的心愿到底是什么。回想起昨晚老夫妻说的 S 级通关条件，完成小女孩的心愿，你根本猜不到通关条件。
条件，总不能去问小女孩吧？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尖叫声，你和金老师跑出去，看到一具摔得不成人形的尸体，你抬头向上看去，隐约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。看到这，你转头询问金老师，西西生前和刚自杀的小孩的关系。在得知死者就是欺负西西的人后，你感觉自己抓住了重点。回到家，你找到老夫妻询问他们的规则，然而他们的规则非常简单，没有一点线索。于是你返回了卧室。就在自己思考的时候，女人走到你跟前开口道：“我昨晚就想告诉你一件事，我叫刘英，你叫什么？”你随口说道：“我叫孙。”猛然间，你想起自己的第2条规则，不能告诉任何人你的名字，这让你浑身冷汗。就在你不知道怎么回答时，女人头上出现一行字：“画中人非本人。”看到这，你用眼角瞥了一眼婚纱照，发现婚纱照上面的女人不见了。卧槽，在这等着我呢。但是现在不回答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于是你只能说自己叫孙女。闻言，画中女人开心的走出了房间。你看着她走出去，知道 A 级通关中的条件不是那么好完成，只能想办法打听小女孩的心愿。然而在你再次放松下来之时，女人又进来。这次你脸色冰冷，询问什么事情。女人说出自己对每个规则中的第2条都提到名字产生了疑问。闻言，你陷入思考之中，你不知道名字为什么这么重要，名字又到底代表了什么？思考了不知道多久，你仍然想不出个所以然，于是将目光落在了小女孩的房间上。当初搜查房间的时候，是谁进去的小女孩房间？你进的是主卧，男孩进去的是自己房间，女人去的是卫生间。老夫妻很可能哪里都没有搜查。这样来说，小女孩的房间至今没有人进去。但是当你想到女人一直在家，很有可能已经进去过时，于是转身找到女人，询问她是不是进过小女孩的房间。女人尴尬地说自己因为害怕没有进去。闻言，你直接走进了小女孩的房间。不久，你发现了一本日记本。天气晴，今天好开心，我交到了第1个朋友，爷爷奶奶都为我高兴。天气阴，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为什么他不跟我玩？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天气雨，我已经这么努力，老师都夸我，但他们为什么不跟我玩，还欺负我？天气雪，我一个朋友都没有。见日记本上没有有用的信息，你把日记本放了回去，随后在旁边的小柜子发现了一堆零食，而且这些零食都是打开的，其中就有你昨晚看到的可乐和烟。这让你意识到，昨天晚上的可乐和烟是小女孩放上去，但是可乐和烟代表什么？想了一会，你没有任何头绪，于是伸手准备拿一袋薯片，刚拿起，你就看到一行字：鬼最喜欢的食物，吃下去可以保持意识清醒，人类不能吃哦。这让你想到昨晚老夫妻见到烟和可乐时的样子，就像饿了好几天一样。看来这些零食就是鬼的食物，然而吃下去可以保持清醒是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。最后你得出一个结论，那就是小女孩在养着老夫妻。随后你拿走一个口香糖和巧克力，就离开了小女孩的房间。晚上，你拿着口香糖和巧克力再次来到厨房，刚进去，老夫妻出现在你面前。这次老夫妻的身影有点后悔。询问得知，昨晚因为他们告诉我们那么多事情，受到了规则的惩罚。这下你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继续询问。看出你的犹豫，老教授笑呵呵地说：“反正我们早就死了。虽说我们不是一代人，但按照时间计算，我也算是你们的祖宗了。哪有祖宗给自己后代使绊子？你有什么想知道的就问吧。”闻言，你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不浪费时间。然而让你失望的是，无论名字还是小女孩的心愿，老夫妻都不知道。就在这时，你身后传来一道声音：“爸爸，你在干什么呀？”一瞬间，你感到一股凉气直冲头顶，于是僵硬的转身，只见小女孩西西正抱着一只熊站在那里。爸爸有点口渴了，出来喝点水。西西怎么自己起来了？是哥哥把西西叫醒的。听到这，你刚准备点头，下一秒猛地一惊，小女孩刚才说的哥哥不是已经死了？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出现在小女孩的身后，正是那死去的男孩。看到男孩，你呼吸都差点停止，自己明明亲眼看见他死了。男孩发出阴森的声音：“爸，大晚上的，你跟爷爷奶奶在厨房说什么呢？”闻言，你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因为这完全就是一个死局，无论你说什么都会死。就在这时，男孩头顶出现了一行字：“刚才有人说话吗？”没有吧？你肯定是听错了。看到提示，你知道男孩只是一个幻觉，于是闭上嘴巴，无视了男孩。看到你没有理会他，男孩阴沉地说：“爸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你为什么看着我被杀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刺耳的声音不断冲击着你的耳朵，这让你感到很难受。就在这时，小女孩突然开口：“哥哥，你太吵了。”一瞬间，男孩的声音戛然而止。在制止了男孩后，小女孩笑着对老夫妻说：“爷爷奶奶，你们住在这里还习惯吗？要不要换一个地方？”闻言，老夫妻身体颤抖了一下。不用了，我们年龄大了，住在这里很好，不用换地方。就是，这个地方好得很，我们可喜欢呢。闻言，小女孩点点头，那就好。爸爸，喝完水赶紧回去睡觉吧，我会让哥哥安静一点，不会吵着你们。说完，转身回了房间。看到小女孩离开，你不敢耽搁，放下口香糖和巧克力，就回到卧室。女人看到你劫后余生的表情，急切地问你怎么了？你将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我，这可把她吓瘫了。随后，你们躺在床上准备睡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你感到一只手在你的身上滑动，你一把抓住手，转身准备和女人说清楚。然而当你睁开眼，本应明亮的卧室已经变得黑不溜秋。可你清楚地记得自己刚才没有关灯，于是伸手准备打开灯。然而无论你怎么摸都摸不到开关，这下你知道出问题了，于是告诉女人出事了。然而听到你说话的女人手还是不老实，仍然在你身上摸，顿时你生气的一扯，女人的手直接被你扯过来，这下你懵了，冷汗也从额头冒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旁边传来一道声音：“老公，你能把我的手放回来吗？”你这才知道旁边的妻子早被更换了。猛然间你想起自己的规则，夫妻之间不能有矛盾，必须睡在一张床上，哪怕对方并不是你的妻子。这时你才发现，这条规则说的不是一件事，而是说的3件，不能有矛盾，睡一张床和对方不管是不是你的妻子。想到这里，你知道自己必须搞好和这个妻子的关系，于是你将手送了回去，并表示自己太用力了。然而女人非但没有怪你，还说无论你做什么事情，她都可以接受。此时你正在面对诡异妻子，为了活命，你只能小心翼翼，毕竟规则不允许你与妻子发生矛盾，否则就会被嘎。但是一直这么被动让你很不舒服，于是咬牙叫了句老婆，并提出明天一起外出散心，夸奖妻子操持家务太辛苦。闻言，妻子突然低声抽泣起来，哽咽着说出长期以来的心结。你连忙安抚她，看到妻子情绪好转，你顺势商量起明天的行程。聊了不知道多久，你实在撑不住想休息，但是诡异妻子却悠悠的质问：“你不想跟我说话吗？”你猛地一个机灵清醒过来，这要是说错话绝对瞬间完蛋。于是你立刻满脸堆笑的说：“恨不得天天跟老婆聊天。”
这一刻，你的求生欲瞬间爆棚。就在这时，妻子高兴说：“咱们明天中午吃什么？”就这样，你硬着头皮陪聊一整夜，直到太阳升起，诡异妻子才消失，边上只剩下熟睡的女人。女人醒来看见你浓重的黑眼圈，很是惊讶。你刚要解释，余光就瞥见婚纱照上的女人正似笑非笑的盯着你，只能急忙把话咽回去改口。有些失眠，不碍事。单纯的女人信了你的话，还贴心的说中午可以补觉。起床后，你猛然意识到，之后的每天要是都会出现这种异常情况，要是哪次没应对好，就会彻底完蛋。这下你终于明白 A 级通关条件看似简单，实际上随时都会冒出致命危机，一个不小心你就会打。这意味着要熬过这2周可没表面那么难。随后，你按照惯例送小女孩去上学，但是这一次出租车司机却突然夸小女孩可爱，并询问小女孩上几年级。你下意识回答4年级。刚说完，你突然愣住，因为你发现别人看不到的小女孩，现在居然有人能看到。你正在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时，出租车已经停在了学校门口。你带着西西下了车，金老师看见，立刻热情地迎上去打招呼。然而你根本不理，拉着西西就要往里走。然而西西此时却仰着头困惑地问：“爸爸，你怎么不理金老师？是不是吵架了？”你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趁着这个空档，金老师气呼呼地拦住你，你心中冷笑，心想你这种坏假装神色，快点消失吧。就在你这样想的时候，同样送孩子的家长也上来劝你，然而你还是一句不吭。随着周围的人越来越多，你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，这次幻觉不仅持续时间长，人数还增加了，实在是太奇怪了。就在这时，你眼前突然浮现一行字：“这些都是人。”看到这提示，你的表情瞬间凝固，顿时你感到无比尴尬。紧接着一个可怕的念头闯入脑海：西西明明已经死了，为什么金老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而且路上出租车司机也能看着西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随后，在小女孩走进校门后，你再次找到金老师，并询问他关于西西的事情。闻言，金老师语重心长地跟你说了，但是都是希望你能多关心小女孩，全程没有说一点西西的爷爷奶奶的事，好像这对老夫妻根本不存在似的。于是你试探性地问金老师西西是否提起过爷爷奶奶，谁知金老师一脸诧异地反问：“西西的爷爷奶奶是跟你们住在一起吗？”闻言，你断定眼前这个金老师和之前是同一个人，但他的记忆仿佛被重置。为了验证，之后你故意提起以前的你们说的话，结果金老师完全不记得，在他的记忆里，西西还好好活着，依然是他的学生，而且根本没有什么爷爷奶奶。唯一相同的是，那个自杀的学生确实死了。这下轮到你蒙圈了，好像自从那个学生自杀后，整个世界都变了，周围人都能看到活蹦乱跳的西西。满腹疑惑的你回到家中，把这一连串离奇遭遇告诉了你。现在你完全理不清头绪，希望能和他一起想出个所以然来。然而你们2个都想不明白，于是他提议你们还是拿A级评价通关，毕竟现在已经过去3天了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你现在面临着更多麻烦，不仅有疑似男孩的鬼，还有卧室里诡异的婚纱照，甚至还有以后可能出现的其他威胁。A级评价的2个星期可不是那么容易度过。就在这时，你突然想到什么，赶紧问他：“这今天你在家没有遇到过什么怪事吧？”女人摇摇头说：“那2个老人一直很安静，没什么动静。老夫妻看起来仍然和蔼可亲，但你总觉得不太对劲。明明是大白天，老夫妻那边莫名显得阴暗。”于是你前往小女孩房间拿了点零食，准备晚上再去找他们。毕竟老夫妻是前国运者，愿意帮忙，而且是最重要的突破口。然而当晚上你走进厨房，老夫妻却没有出现，顿时你脸色大变。本来你还指望着从他们那里获取更多信息，没想到他们居然不见了。不甘心的你再次踏入厨房，结果还是不见老夫妻。突然你脑中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：小女孩是不是把老夫妻搞了？这想法一出现，让你心头一颤，怀疑是不是自己来的太频繁，让小女孩觉得老夫妻碍事，无功而返的回到卧室。你将老夫妻不见的事情告诉了女人。闻言，女人脸色瞬间惨白，意识到这意味着他们在南获取新情报。在怪谈世界，没有情报就等于没有眼睛一样，要亲自迎接各种未知危险。你沉默不语的思索着，目光不自觉地瞄向那张诡异的婚纱照。此刻它显得格外平静。你灵光一闪，想到男孩房间一直紧锁，若是把这诡异的玩意儿扔进去，说不定能引发奇异的反应。想到这，你二话不说就取下相框，直接扔到男孩房间里去。你本以为扔进去会有什么动静，结果里面静悄悄的。于是你转头回到卧室睡觉。次日，你已经接受小女孩还活着的事实，在将她送到学校后，你继续四处寻找线索。白天老夫妻还在家，但是晚上已经不见了，并且男孩还时不时的冒出来吓，甚至本已扔到男孩房间的婚纱照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到了床头。这次你清清楚楚看到照片里2个人都在诡异的笑着。突然间你意识到，这个A级评价就是个坑，表面上看只要坚持2周就能通关，但是会发生各种乱七八糟的麻烦。此刻你终于意识到，追求级评价的通关方式简直是个天坑。光是那诡异的婚纱照就像块甩不掉的狗皮膏药，扔多远都会自己蹦回来。还有那个阴魂不散的男孩鬼，时不时就跳出来吓唬你，但幸亏他也得遵守规则，不能轻易动手。目前你们还算有点优势，可你清楚的记得，第一天婚纱照只是盯着你看，第2天夜里就变成了所谓的妻子，差点害得你万劫不复。那个男孩鬼魂也没好到哪去，自从第1天被小女孩解决后就阴魂不散，一关灯就在耳边说些蛊惑人心的话，要是真搭枪肯定会死得很惨。除了这些已出现的危险，后面应该还有更可怕的抖音，也就是说，你必须在被这些陷阱整死前通关这个怪谈世界。想到这，你知道现在的唯一突破口就是找出小女孩的心愿，可翻遍所有规则，还是想不通名字的含义，实在让人头大。你记得女人的第2个规则里说，她的名字只能告诉你，于是找到女人询问她的名字。然而当女人告诉你她叫刘英时，你脸色一变，因为这和婚纱照上女人出现说的名字一模一样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婚纱照会知道女人的名字？就在这时，你突然想起来，婚纱照里的女人好像直接喊出了你，你根本就没说过自己的名字，对方怎么知道？难道婚纱照有本事知道你？既然这样，你决定从婚纱照那里得到其他人的名字，这样 B 级评价就能达成。于是你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刘英，然而这个计划遭到了刘英的反对。刘英觉得你太过冒险，万一失败就完蛋了。他已经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，要是你死了，他也活不久。但是你还是决定去冒险，因为你心里清楚，再拖下去，你和刘英的处境只会更加危险。现在婚纱照已经开始动手，男孩的鬼魂也随时可能现形，到时候没人能帮到你。与其坐以待毙，还不如赌一把。下定决心后，你直接坐在卧室里等婚纱照出现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你突然听见刘英的声音：“老公，你昨晚真狠心，居然把我扔出去。”闻言，你心头一跳，按到来了，于是转过头故意装傻：“昨晚你们不是在睡觉吗？”刘英没有
有计较这事，转身坐到床边拉了拉衣领，露出半个香肩。老公，我好热呀，你帮我脱掉衣服。结过婚的都知道，老婆有需求的时候必须满足。然而你却装傻充愣。就在刚刚，你妻子说自己热，让你去帮她脱衣服，可你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空调，这下直接让妻子僵住，心想我那是热吗？随后妻子再次使出绝招，我有点渴，想要喝点水，说着伸出舌头在嘴唇边上舔着，这诱惑没有人能顶住。然而你却直接拿起一瓶水递了过去。妻子眼角抽搐，我暗示这么明显，你还这么君子。随后你开口道，老婆，你还记得当初我们给孩子取的名字吗？闻言，妻子说，儿子叫孙长乐，女儿叫孙西施。你嘴角一抽。就在这时，妻子头上出现了一行字，没有人能说出名字，婚纱照也不例外。你这才知道妻子在骗你，于是找了一个理由离开了房间。这下从婚纱照这里获得名字失败，但是你还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去找男孩的鬼魂。说干就干，你来到男孩房前，刚准备进去，就想起了刚才的提示，这说明女人刚告诉你的很有可能是一个假。也就是说，女人的第二个规则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假规则。但是女人为什么要骗？这对她有什么好处？你怎么也想不明白。突然你想到女人给你看的规则是手机备忘录，这个完全可以自己编写。可是她为什么要修改规则？除非她的规则和别人不一样，甚至会对她不利。就在这时，女人关切的上来询问你怎么了。你找了个理由糊弄过去，随后进了男孩的房间。刚进去，你直接让男孩出来。下一秒，男孩的身影就出现在你眼前。随后你得知男孩叫郑少天，并答应帮助他代遗言。说完这些，你让郑少天帮你通关这次规则怪谈，毕竟活着出去才能给他代遗言。谁知郑少天说你根本就不可能活着出去，小女孩就不会放你走。你看出郑少天不是说假话，于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说服他帮你。最终你说服了郑少天。随后你从郑少天这里知道了所有国运者的名字，女人叫刘云，老教授叫徐家强，老奶奶叫黄兰芳。果然女人骗了你，但是你也达到了 B 级通关要求。在感谢了郑少天后，你走了出去。刘云上来询问情况，你摇了摇头。下午你来到学校接小女孩回家，但是迟迟不见小女孩出来。一辆警车开了过来，原来学校又有一名学生自杀了。得知情况的你脸色大变，上一次学生死后，小女孩就变成了活人，这次又死一个，小女孩不知道会有什么变化。很快小女孩就走了出来。你们回到家，餐桌上你环视四周，突然想到自己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这一次的规则怪谈，3个国运者加上2个上一届的国运者，也就是5个人都有规则。那么小女孩的规则是什么？但是你搜查过她的房间，根本就没有规则。可死去一个学生后，别人就能看到小女孩。如果多死几个学生，小女孩是不是就能直接对你出手？第二天，你在送小女孩上学的途中，突然想到小女孩之前是一个鬼魂，那么她的规则很有可能就在她的坟墓。于是你来到郊区的一个公墓，在这里你找到了小女孩的坟墓，墓碑上清清楚楚写着规则：1. 你是女儿，仅仅是女儿；2. 你的名字不能告诉任何人，除非对方是你的父母，一旦真名被父母知道，你会变成普通人。3. 每2天可以杀死1名学生，每死去1名学生，你的能力会解开一部分。4. 你必须每天都要上学。5. 你的愿望只会告诉第一个问你。看到这些规则，你终于知道怎么达成 S 级通关条件。就在这时，你身后响起一道声音：不枉我一直跟着你。没想到你真的发现了关键的地方。你察觉到不妙，下意识偏了偏身体，一把菜刀直接落到了你的肩膀上，瞬间你满头冷汗。刚才要不是你稍微偏了一点身体，菜刀落下的地方就是你的脖子。你急忙和对方拉开距离，这才发现对方正是刘云。此时的刘云充满着侵略性，你太让我惊讶了。昨天看到你吃饭的时候，我就怀疑你是不是找到了什么关键的线索，没想到居然是真的。还有你什么时候发现我有问题？你强忍着疼痛说道：是男孩告诉我的，他能通过观察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在撒谎，是他告诉我你一直都在骗。这下刘云知道了你为什么发现他有问题。看着满脸凶样的刘云，你知道自己在劫难逃，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提示上。就在这时，你眼前出现了一个箭头，于是你跟着箭头跑。很快你来到了一个断口的地方，你看着紧追不舍的刘云，一咬牙直接跳了下去。刚跳下去，下面就出现了一个货车，你毫发无伤的离开了这里。随后你来到医院接受了治疗。另一边，刘云来到学校，从小女孩口中知道了她的心愿，但是必须和你一起才能完成。于是他急忙跑回家找你，而你现在却回到了墓里。原来你在逃跑时看到规则上出现了一些字，有谁规定鬼就不能撒谎了？这下你知道这条规则是一条假规则，也就是说小女孩告诉给刘云的愿望是假的。想到这里，你快速回到家，找出了小女孩的笔记本，上面多了一些内容：天气晴，我有爸爸妈妈，还有一个哥哥，可惜哥哥脾气不好，我只能杀死他，让他听我的话。孙凯看得出来，这明显写的就是当初他们第一天来到这里的时候。天气晴，爸爸真好，送我上学，我有一个好爸爸，妈妈也还行，就是胆子小了点。天气，孙凯快速的翻阅，中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每天记载的内容他都知道，一直看到最新的一页。天气晴，我知道他们不是我真正的爸妈，但我还是喜欢有爸妈的感觉，这样我就不是一个没爸妈的孩子。看到这，你沉默了。你知道小女孩就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可怜孩子，她最需要什么呢？答案肯定是父母的关爱。但是一个父亲除了爱护孩子，还应该做什么呢？就在这时，刘云回到家，并拿起一把水果刀就要捅死你，然而他的刀没有捅中，反而没入了郑少天的身体中。看到这，你起身走了出去，并让郑少天看住刘云。很快你来到学校找到金老师，希望从他口里找到突破口。还没有说几句，一个男老师跑了进来。金老师不好了，你班上的方西西把一个学生带到了楼顶，要把他扔下去。闻言，你和金老师急忙跑到楼顶，刚上来你就看到小女孩正抓着一名学生的双手，并用刀放在学生的喉咙上。见状，金老师急忙上去劝小女孩，但是小女孩说的话让金老师无比难受。站在旁边的你看到这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就在这时，小女孩头上出现了一行字，愣着干啥？骂他！看清楚你直接懵了。这提示嫌你死的不够快，居然让你去骂 boss， 这不是找死吗？但是提示从来没有骗过你。于是你咬牙开口道：方西西，站住！听到你的声音，小女孩的动作一顿，她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你一个假父亲居然敢这样和她说话。就在这时，你面带怒容向着小女孩走去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还像一个学生吗？哪有学生这么对待同学？我知道他一直都在欺凌你，你可以反抗，也可以告诉我，唯独不能这么做。我知道你没有把我当成你父亲，但在这个地方我就是你父亲。有人欺负你，我会替你做主。他犯了错，会有老师教训他。老师不行，还有法律。如果连法律都不行，还有我。刚骂完，你害怕的大气都不敢喘，生怕小女孩一个指头嘎了你。谁知小女孩突然高兴地说：爸爸，我很开心。闻言，你一头问号，这不是被骂傻了吧？就在这时，小女孩的声音再次传来：其实我知道你不是我真正的爸爸，但一直以来
以来我都没有体验过有爸爸妈妈的滋味，所以就算你们是假的，我也不在乎。曾经我在上学的时候就很羡慕其他人，他们都有爸爸妈妈陪着上学放学，可是我一直都是一个人。爷爷奶奶身体不好，勉强供应我上学已经很困难，我不能要求太多。可是我也想知道有爸爸妈妈是什么感觉。没想到活着的时候没有机会，死了后我遇到了这个机会。说到这里，小女孩眼中迸发出光彩。这几天的经历对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。爸爸每天都陪着我上学放学，妈妈做好饭菜等着我一起吃。哥哥虽然脾气差了点，但后来也好了很多，可我还是觉得差了一点，只是差了什么我也不清楚。但是刚才我知道，因为爸爸从来没有这么说过。其他家的孩子做错了事，爸爸妈妈都会教训他，可是你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。我知道你们都害怕我，不敢凶我，但是我也想感受一下其他人都有的感受。闻言，你知道自己误打误撞完成了小女孩的心愿，可这个心愿谁能想到？就在小女孩说到爸爸谢谢你的时候，你脑中出现了新的信息：恭喜夏国国运者小洞完成规则怪谈，过加通关评价 S 级，奖励国运者小洞身体素质增强10点，夏国所有国民身体素质增强2点，夏国国运增加1成。国运者小洞是否立即返回现实世界？你选择了返回，然后朝小女孩挥了挥手道了别。就在刚刚，你再次被传送到怪谈世界，你刚睁开眼睛，就发现自己站在一片绿草地上，并且周围空无一人。你心中一喜，因为根据资料参与人数越少，规则怪谈的难度也相对简单。但是你也没有掉以轻心，迅速选了个方向就走进草丛。刚进去，你发现这里的草高的出奇，有些居然比人还高。你心里嘀咕着，难道要在这种草地里玩躲猫猫？而且什么时候开始，什么时候结束，你完全不清楚。随后，你凭着经验判断，现在是上午9点左右，知道自己还有时间探索，因为你明白到了晚上需要待在一个地方，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。毕竟怪谈世界的躲猫猫不需要人扮鬼，直接来个真鬼抓人，要是被抓到肯定死得很惨。你走了好远，发现草一点都没减少，也没看到其他东西。就在这时，你看见空中出现一个箭头，兴奋的立马跟着箭头跑。直播间看到你突然跑起来的人全都一脸懵逼，明明你刚才正准备休息，怎么突然就狂奔起来？与此同时，其他国家的国运者也出现在这片荒草丛生的鬼地方，他们像群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转。突然有个小国家的倒霉蛋拨开草丛撞上来了，他刚嘟囔了一句，下一秒就呆住了，因为他抬头看见了个长着人类身体、顶着非人脑袋的怪物正张着血盆大口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怪物就一口吞掉了他的脑袋。看到这，其他国家的监视者直接将消息传了回去。夏长青得知不知道怎么办，他也没想到一个人级别的难度居然这么难。反观你跟着箭头跑了半个钟头，总算在一间小木屋前停下脚步，瞅着这栋凭空冒出来的木屋，你忍不住在心里吐槽，这鬼地方连棵树都没有，盖房子的木头难不成是从天上掉下来？不过转念一想，在怪谈世界什么都变得合理。于是你走到木屋跟前，小心谨慎的查看，确认里面空无一人后，轻手轻脚推开没上锁的木门，里面布满灰尘，显然这里很久没人来过。很快你就发现一个塑料盒，你走上前将盒子打开，里面出现3样东西：矿泉水、面包和一张写着变身卡3个字的卡片，让你百思不得其解。查看了一会，你认为这卡片可能像游戏道具一样，拥有超乎想象的功能。随后你在卡片背面发现新规则，上面写着天黑后别信任何人，哪怕是熟人。你有点懵，这可是单人副本，哪来的熟人？难道这条规则是假的？就在这时，你听到外面传来沙沙声，这下你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环顾木屋，发现这破屋子连个厕所都没有，于是你赶紧躲在门后，盘算只要对方开门，就能借着门板掩护逃出去。没想到沙沙声突然消失，意识到这鬼不简单，居然走路没声音，你大气不敢出。然而等了半天门也没动静，脑海中不由得浮现鬼站在门外狞笑的画面。就这样，你硬生生站了3个小时，外面才传来沙沙声。你以为鬼走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直喘气，结果你不经意瞥见门上浮现一行字，瞬间你愣在那里。原来这鬼东西根本没走，故意弄出声响让他放松警惕，现在想跑都来不及。就在这时，你脑海中传来夏长青的声音：小洞，快用变身卡。闻言，你急忙掏出变身卡，将自己变成一根拖把。就在你刚变完，大门被推开了，一个黑压压的身影走了进来，身影长着人类身体和怪物脑袋，血盆大口几乎占据半张脸。你判断这就是传说中的鬼。瞬间，你意识到这次躲猫猫游戏不简单，这次要不是有变身卡，你已经嘎在这里了。就在这时，鬼完全走进来了，你发现他手上还拖着一具尸体，瞬间意识到这次规则怪谈不简单。与此同时，老夏也被眼前的景象惊呆，随即询问情况。然而组员回复，直播画面还是只有你一个夏国国运者，可鬼手上那具尸体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回到这边，你仔细观察，发现那是个和你差不多高的男性尸体。由于看不到脸，无法确认身份，只见那鬼随手把尸体扔在桌上，随即坐在板凳上就开始大哭。这血腥场面让不少观众直接吐，谁都没想到鬼一上来就表演吃人的戏码。你也恍然大悟，原来被鬼抓住的下场就是变成盘中餐。现在可以确定木屋既是鬼的住所也是餐厅，但你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仔细观察后，终于发现问题出在鬼的体型上。要知道这鬼足有2米高，而木屋的高度也就2米出头，这么大的块头住在这么小的屋子里，实在违和。怎么看这房子都不像是给他们这些家伙准备的。但是眼下情报太少，你只能按兵不动继续等待。然而那鬼只知道埋头猛吃，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。你急得直冒冷汗，毕竟变身时间只剩下半小时，要是时间一到恢复人形，这不是上门送甜点吗？于是你趁着鬼背对着，悄无声息溜了出去。一出门你就撒丫子狂奔，管他东南西北，先跑了再说。一个拖把在地上疯跑的画面着实诡异，但你已经顾不上了。直到变身卡失效恢复人形，你才气喘吁吁地停下脚步，估摸着离木屋够远了。你后怕的拍拍胸口，这会儿才感觉饿得慌。于是你掏出面包、矿泉水，就是一顿狼吞虎咽。随后你特意把空瓶子留着，万一找到水源还能装点水。望着四周茫茫草海，正发愁该往哪走，突然听见沙沙声响，顿时浑身绷紧。难道鬼这么快就追上来？你大气都不敢喘，害怕发出的声音会暴露自己的位置。可留在原地也有风险，因为人走过总会在身后留下无法消除的痕迹。这下子真要完蛋了！你死死捂着嘴巴，竖起耳朵。可那沙沙声突然消失，随即身后传来一道声音。此时你刚从虎穴中跑出来，结果背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：朋友别怕，我是人，不是鬼。你扭头一看，眼前站着个40多岁、牙齿雪白的朴素男人，拄着根绑着枪头的长棍，背上还背着奇怪的蛇皮袋。你没想到这鬼地方居然还有活人，这让你起了疑心，但是表面装出困惑的样子，毕竟怪谈世界里可没规定过全是好人。随后你得知这个人叫大苦，是附近部落的人，出门捡垃圾时碰巧遇到你。听到部落这个词，表情顿时古怪起来，心里琢磨该不会碰上了野人吧？虽然对方看起来没啥恶意，但你还是得从他嘴里套点这里的情况。我叫小洞，迷路了。你下意识伸出手，然而大苦一脸懵，以为你想要东西，于是掏出一个东西放你手上，给你，饿了吧？吃这个就不饿，我刚吃过。卧槽！你正想拒绝，低头一看，手上竟然是个汉堡。这破地方满眼是草，哪来的汉堡？你突然
想起来之前从塑料盒里开出的矿泉水和面包，难道这家伙也是从盒子里开出来？老哥，这汉堡哪来的？你直接问出口，原来这叫汉堡啊，我还以为是加肉饼，味道不错。大库答非所问，你赶紧把话题拉回来。他这才说，老弟你赚迷糊，当然是从神盒里开出来，没神盒我们早饿死了。从大库这儿你总算搞清楚几件事，这破地方连个正经名字都没有，他们就管它叫草原世界。这里的人世代生活在记忆中，除了荒草再无他物，所有衣食住行所需都来自那个被称为神盒的塑料盒。神盒大小不一，里面装的东西也五花八门，要不是靠着这些神盒，部落的人早就活不下去了。即便如此，他们仍要面对可怕的天敌，那些专门猎杀人类的鬼。虽然不清楚具体数量，但他们目前已发现的有组织。好在鬼大多喜欢夜间出没，但也有例外，部落的人只能趁着白天外出寻找神盒。当你质疑他们为何要在夜间聚集时，大库哈哈大笑，说你肯定是转晕了。部落与其他地方不同，夜晚法是最安全的，鬼从不会闯入部落范围。你愣住了，虽然觉得不可思议，但对方没理由骗你。如果真能待在部落，或许就不用担心鬼的威胁。你试探性的询问能否加入部落，大库热情表示欢迎任何流浪者。随后，你跟着大库前往部落，但是他在毫无规律的草丛中乱转。你好奇的询问大库是怎么辨别方向，谁知大库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你，反问这么大的太阳都看不见了。他说这是部落3岁小孩都会的技能，你们部落怎么回事？你尴尬的解释部落老师去世的。大库恍然大悟，为你们部落的知识断层感到惋惜。他没有继续追问，毕竟在这地方，部落成员遭遇意外实在太常见，几乎每天都有外出者丧命，不然鬼怪怎么生存下来？一路上大库倾囊相授，你很快就掌握了利用太阳辨别方向方法。他看了眼手表，忧心忡忡地说已经下午4点，必须赶紧回部落，天黑就麻烦了。闻言，你询问大库为什么天黑会很麻烦。大库解释道，每天5点天就会黑下来，天黑后外面特别危险，那时候鬼的实力可比白天恐怖多了。你眼神一凝，这绝对是个重要情报，黑夜里地鬼比白天的更凶残。随后大库简单的辨认了下方向，就领着你往部落方向走。走着走着，他突然笑了，顺着大库你看见个半人高的行李箱大小的盒子摆在那。大库走过去，熟练的打开箱子，里面塞满了各种各样的零食、饼干、面包，应有尽有，甚至你还看见了蜡烛。你仔细查看，没发现卡片，不禁有些纳闷，难道只有国运者打开才有卡片？或者说这卡片本来就是随机出现？大库乐得合不拢嘴，有这么多食物，部落的人总算能多撑一阵子。闻言，你超级无语，用零食当主食，这主意可真够绝。可在这鬼地方，能有啥办法？放眼望去，除了杂草啥也没有，连颗能种的东西都找不到，更别提找什么耕种。况且真要种，既需要大块田地，又耗时间，万一被鬼发现，辛辛苦苦整个耕地准完蛋。就在这时，你突然听见大库唱起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的歌，这可把你惊得够呛。随后你一问才知道，这是他们部落里老师教的，说是跟个会唱歌的小盒子学。可惜那玩意早就不小了，你一听就明白，8成是小孩玩的8音盒，不想估计是没电。两人一路走到快5点，突然大库兴奋地往前冲，你虽然莫名其妙，但还是跟了上去。扒开最后一片草丛，眼前豁然开朗，草地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用各种破烂材料搭成的歪歪扭扭的窝棚，还有忙忙碌碌的人群。看着眼前这番景象，你不由得感叹，好家伙，人还真不少啊！这里人不多，最多也就100来口，加上老人小孩。你记得之前在草丛里走的时候，一个人影都没看到，这一下子见着100来号人，让你感觉完全不同了。有人发现大库回来，激动的大喊起来，大伙围上来，看到大库带回这么多食物，都高兴坏了。随后大库向别人介绍，并说你已经加入了他们部落。周围的人听了都欢呼雀跃。对这个部落来说，年轻力壮的男性最宝贵，你这么壮是意味着他们活下去的机会又多一点。然而另一边的一个小国家国运者老头就惨，他运气好，早先遇到部落的人被带回来，但是因为是一个老头，啥都做不了，基本没人搭理。你啥都没干，就因为年轻力壮，部落就给你分了个小单间。虽然这个单间小的只能勉强躺下一个人，但总比没有强。你看着这小窝也是哭笑不得。不过看到其他人的住处，你发现自己的小单间其实很不错，许多人挤在大棚里住。天色渐暗，大库开始分配食物，你分到一个包装鸡腿和一点矿泉水。这伙食看着一般，但当你看到别人吃的都是垃圾零食甚至辣条时，不由得感叹鸡腿真香。吃完后天色完全黑了，简直伸手不见五指。你判断这么黑的夜晚在野外很危险，打算躺在小单间里思考下一步计划。你意识到光待着不行，必须主动出击寻找其他规则和通关方法。当躺下你就感觉腰被东西顶到，一摸发现是神盒。你纳闷神盒哪来的？毕竟一直守在门口没人靠近，但管不了那么多。白捡的神盒意味着又能开张卡。你兴奋地打开盒子，果然是熟悉的矿泉水和面包组合。边上那张卡片上的字你看不清，因为实在太暗了。你懒得多想，随手把东西往里面角落一丢，往床上一躺就准备睡觉。就在你迷迷糊糊马上睡着时，你听到有人在叫你的名字，小洞，小洞。就在刚刚，你听见有人叫，借着微弱的光线，你看见床边站着一道黑影正在叫。这声音听着熟悉，你试探性地问道是不是大库？刚说完，你瞬间睡意全无。虽说屋里黑，但待久了也能模模糊糊看清轮廓。你确定眼前这人确实是大库没错。就在这时，他神神秘秘的压低声音告诉你，他发现了关于神盒的新线索。一下子你来了精神。正当你要起身时，白天看到的第2条规则突然在你脑海里闪过，说你不能在晚上随便性侵任何人。这话让你浑身一激灵，心里直发毛。你转念一想，不对劲啊，你和大库才认识1天，他为什么要把神盒的情报告诉你，而不是部落里的人？更让你警铃大作的是，你还想起第1条规则说晚上不能随意走动。你拿不准这些规则真假，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。万一大库把你带出去会发生什么，谁说得准？此刻的你胆战心惊，眼前这个大库真的和白天见到的是同一个人吗？你非常怀疑，毕竟上次怪谈世界就出现过像幻觉一样的金老师。你直接摆摆手说自己今天走累了不想出去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于是转身不再理他，可你内心却非常紧张，但愿意赌一把，赌这个大库会不会有其他行动。可大库站在边上盯着你看了一眼，最后一声不吭的走了。等他离开后，你才发现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湿。幸好赌对了，这个大库不能随便对你动手，他也要遵循规矩，只要不相信对方的话，对方就拿你没办法。你在部落里睡得很香，但其他国家的国运者可没这么信。天黑前没找到部落的人只能躲在草丛里，不是每个国运者都找到了神盒看到规则，不知道规则的人在夜晚随意走动就遇到了，而那些知道规则宁死不动的人反而幸免于难。各国支援小组很快得出结论，夜晚不移动还有躲避鬼的可能性，一直移动
很快就会遇到，当然能进入部落才是最安全的。仅仅第一天，近200名国运者就死了1/4，这只是最低难度，死亡率却如此骇人。第二天你醒来时，发现周围的人都在个忙个的，老人做些收拾部落之类的活计，女人洗衣服，小孩虽然不用干活，但每天要上2堂课，由部落里最有智慧的老师教。部落的壮年男性大多外出寻找身份，只留少数人防备意外。大库走过来拍着你肩膀说：“小洞，今天带你熟悉流程，明天你就得单独行动。”你想起昨晚的事，小声问他是否来找过你，他却表示天黑就回家睡觉，要养精蓄锐找神河。你看得出他没说谎，果然昨晚那个大库有问题。这怪谈世界处处是坑，让你意外的是，居然没有任何提示出现。难道是觉得你能自己识破身份？就在这时，大库递给你袋子，示意出发。你俩走出部落后，漫无目的的闲逛。忽然你注意到个奇怪现象，按理说部落周围人来人往的地方，草地会被开扁才对，可眼前这片草丛却倔强的挺立着，完全看不出有人经过的痕迹。你把疑惑告诉大库，他笑着说：“这里的草每隔1小时就会自己重新站起来，恢复如初。”你惊讶极了，心想这是什么神奇的平整。随后你们足足2小时，连一个神河都没找到。可大库倒是很淡定，告诉你这很正常，他们还经历过连续3天找不到食物的困境。你想起部落里那点可怜的豚粮，不用大库细说也能想象到当时有多艰难。突然大库兴奋地指着前方，你顺着他手指方向看去，只见前方有个木屋，比你上次见到的要大些，还带着小院。当你透过篱笆往院子里张望时，顿时整个人都愣住。你惊讶地发现这里不但有草，还长着各种蔬菜，角落的鸡窝里竟还养着2只老母鸡。看到这一幕，支援小组的人都看傻了。虽然他们知道神河能开出不少好东西，但蔬菜和活鸡还是头回见。大库兴奋地指着那些蔬菜和毛茸茸的老母鸡，二话不说就翻过栅栏想去捉鸡。你们压根没检查木屋里面的情况，等后门突然打开时，一个巨大的鬼影已经出现在眼前。面对突然出现的鬼，大库直接吓懵。还是你最先反应过来，扯着嗓子喊他快跑。可鬼的动作实在太快，3两步就追上大库，一巴掌把他扇飞出去，鲜血在半空中划出长长的弧线。大库吐着血，让你别管他，赶紧走。你知道他就是豁出命来也要保你安全。看着这兄弟为你拼命的样子，你的眼眶忍不住发火。要不是遇到大库，你根本不会来部落了解这么多信息。可眼下这情况，冲进去就是给鬼加餐。你咬着牙握紧拳头，转身就跑。看到你逃走后，大库露出欣慰的笑容，能活下来一个人也好。你像个无头苍蝇似的拼命奔跑，直到精疲力竭才瘫倒在草地上，喘息着说：“大库，虽然我们认识不久，但我绝不会忘记。”你深吸一口气，抬头看看太阳，估摸着现在应该是正午时分，肚子也饿得咕咕叫。你从背包里掏出面包，正要吃，突然瞥见草丛里有个紫色的东西，凑近一看，居然是个紫色神河。你发现眼前这个紫色神河差不多有电脑主机大小，明明之前见过的神河都是蓝色，这个紫色家伙冒出来让你很是疑惑。你毫不犹豫的伸手打开神河，惊喜的发现里面塞满了压缩饼干和矿泉水，角落里还藏着张紫色卡片。这些食物足够你在外面游荡很久了。你心里暗喜，毕竟大库死后你连回部落的路都不知道，要是没食物肯定撑不下去。你拿起紫色卡片，正面印着疾风卡3个大字，翻到背面则写着新的规则。看到规则上写着3天后部落将失去庇护作用，同时草原神河刷新概率增加，你脸色瞬间变了。部落失去庇护意味着鬼能找到大库的部落吗？到时候能有多少人活着逃出去？想到这里，你不由得紧张起来。这个3天期限到底是从你刚来时算起，还是从现在开始？你感觉头都大了。新规则就像在逼着所有人逃命，面对鬼的猎杀，你们这些人类只能像个被追捕的猎物到处躲藏。正当你准备收起卡片时，突然想起昨晚还拿到张束缚卡，早上走的集没仔细看。束缚卡这名字听起来就能限制对方行动，在逃命的时候绝对派得上用场。拿到束缚卡和疾风卡后，你总算在遭遇鬼怪时有了逃跑的底气。可束缚卡背面新增的规则让你差点破口大骂。规则写着人口不能跌破100大关，否则鬼会变成真正可怕的怪物，这让你头疼不已。你连这里有多少人都不清楚，更别说保护他们了。想想也知道，只要鬼天天搞事，人口铁定蹭蹭往下掉。而所谓真正的鬼8成就是上个怪谈里方西西那种变态存在，那玩意儿简直笨，光靠几张卡片根本逃不掉，必须保住100号人，这条件太扯了。你不禁抱怨这次的怪谈比上次还坑。你清点着随身物资，想着省着吃能撑1礼拜。眼下最急的是找个过夜的地方，昨晚在部落还能凑合，但规则明说3天后部落就失效，加上现在找不着回去的路，只能靠自己。放眼望去，茫茫草原上能住人的地方就俩，部落已经被排除，剩下的选择让你愁眉不展。心里揣测着，或许并非所有木屋都有鬼居住，要是能找到一间空置的就太好了。你把所有东西塞进背后的袋子，随便挑了个方向出发。这时候才发现增加10点体质的好处，背着这么重的东西居然毫不费力，走得飞快。走了大半天，太阳都快下山了。你除了找到几个小神和外一无所获，那里面只有些吃的用的，连张卡片都没。你这才明白卡片真是稀罕物，能开出那么多张已经是运气爆棚。现在快4点了，你决定再找半小时，还找不到就放弃。谁成想就在你准备放弃时，还真让你找到间破破烂烂的木屋，看起来荒废已久，根本没人来过。这回你学乖了，在屋外仔细查探半天，确认没有鬼影也没其他人，终于松了口气，准备在这里过夜。不过为保险起见，还是得做些防备。你推开门走进木屋，里面除了积满灰尘和家具破旧些外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你将蛇皮袋搁在桌上，从角落找来小铲子，在门口迅速挖了个小坑，插上从椅子上拆下的木块，铺好塑料袋，撒上泥土，一个简易陷阱就完成了。这陷阱并非用来对付鬼，而是为你争取逃跑时间。毕竟鬼一直赤脚行动，踩下去必定惨叫，光是惊醒后争取到的逃命时间就足够了。随后你坐在椅子上慢条斯理啃着压缩饼干，天色已完全暗下来，破旧木屋反倒让你感到一丝安心，总比在外风餐露宿强得多。吃饱后，你躺上那张明显为鬼准备的大木床，身形在宽大床上显得格外渺小，像婴儿睡在成人床上一般渐渐入睡。不知睡了多久，突然响起的凄厉惨叫将你惊醒，你吓得一个激灵，立即摸出卡片准备随时使用，浑身颤抖着猜测莫非是鬼来了。很快你就听到门外传来哎呦哎呦的惨叫，表情顿时变得古怪起来，心里琢磨肯定不是鬼，而是一个倒霉蛋中了你的陷阱。这个原本用来对付鬼的陷阱，居然被一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家伙撞上了。你不禁怀疑这会不会是第二个大鬼。听着门外持续不断的哀嚎，你担心会把附近的鬼引过来。这时突然看到一行字从门缝底下钻进来，提示告诉你这是个野生商人，机会难得不容错过。你一头雾水，规则里可从没提过什么商人。出于对隐藏提示的信任，你还是毫不犹豫的开门，发现地上躺着个脚被木刺扎的血流如注的家伙。你低声呵斥他闭嘴，免得招来鬼。对方立马噤声，看来也知道鬼有多可怕。
他，你赶紧把他扶到床上坐着。关上门后，你直截了当的盘问他的身份和来历。虽然提示说是商人，但总要亲口问清楚才放心。对方先是请求你帮忙拔出脚上的木刺，表示自己袋子里有纱布和碘酒可以处理伤口。闻言你眼前一亮，要知道即使在资源最丰富的大部落，医疗物资也极为紧缺。你动作粗鲁的直接拔出他脚上的木头，疼得他龇牙咧嘴，差点叫出声。随后他自己摸索着用纱布和碘酒包扎伤口，结束后才长舒一口气。他边骂着哪个缺德鬼在门口设陷阱，边自我介绍叫大头是个商人，声中走遍草原，熟悉所有部落，还带着许多货物。你迫不及待打断他追问部落情况。大头被你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一愣，解释说了解部落是商人最基本的本事，否则没法在这行混下去。你急不可耐地追问草原有多少部落和人口，生怕数量太少无法应对即将到来的诡辩危机。大头表示这情报本该收费，但念在你救命之恩就免费告知。对方用一副你占了大便宜的语气告诉你，这里有9个部落，每个部落都有上百人口，算下来差不多1000人左右。至于在外面流浪的人，他也说不清楚，但估计不会很多。这个数字远超你的想象，可一旦部落失去作用，里面的人都会被鬼怪一网打尽，人口数量肯定会暴跌。你灵机一动，既然商人大头知道所有部落的位置，不如让他带着去劝说大家离开。但转念一想，部落可是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，光靠几句话就想说服他们搬家，连你自己都不信。正发愁时，大头主动问你买不买东西，说是看在你救了他的份上可以打8折。你突然想起提示说的机不可失，看来商人这里有什么好东西。你一问他有什么好货，大头立刻咧嘴笑了，从袋子里摸出个东西塞到你手里。你摸来摸去，感觉像是瓶水，心想这商人莫不是拿瓶水糊弄你？不等你开口，对方就神秘兮兮地说，这可是瓶外面都买不到的汽油，绝对的稀罕物。你顿时心头一跳，居然是汽油。这玩意最大的特点就是易燃，只要一丁点火星就能剧烈燃烧好久。此时你从商人这里得知他有一瓶汽油，这东西只要一点点火星就能剧烈燃烧好久。你立马想到，要是把整瓶汽油泼到鬼身上点火，说不定能直接干掉鬼。这么一想，你当场就心动了。你赶紧问大头这汽油怎么卖，对方说要以物交换，让你把东西拿出来看看。你掏空袋子给他检查，可他翻完后一脸嫌弃，说你啥值钱玩意都没有，说着就要把汽油收回去。你哪能错过这对付鬼的宝贝？急中生智提出让他免费住1晚来换汽油。大头听完都懵了，以前在部落里他都是白住最好的地方，没想到在这破屋子还得付住宿费。他虽然不情不愿，但毕竟是你先来的，最后只能不情愿的答应拿汽油抵房费。拿到汽油后，你还惦记着火源，又追着问他有没有打火机之类，说愿意用食物交换。这打火机放外面不值钱，可在这鬼地方就是稀罕物。你咬牙用4块压缩饼干换了个只剩半罐气的打火机。有了打火机和汽油傍身，你总算多了件对付鬼的武器。不过走运的不止他一个，其他国运者也有遇到商人的。有人见商人货多眼红，想硬抢，结果商人直接撕下人皮现出鬼相，画面瞬间黑屏，吓得围观组员赶紧报告夏长青。夏长青吓出冷汗，你正和商人同住一屋，要是商人当场变身还得了。就在他要用第2次提示时被人拦下。组员分析说鬼商人似乎有规则限制，只要不暴力抢夺，正常交易就没事。夏长青盯着漆黑画面强压住提醒冲动，天知道你发现同屋商人竟是鬼假扮时会有多震惊。虽说这商人来历不明，你心里始终留了个心眼。深更半夜的谁会相信陌生人的话？虽然不知道具体时间，但你估摸着天快亮了。你和商人各站床的一边默默无闻，趁着这功夫，你梳理起已知规则：黑夜不能换藏身之处，天黑后谁都别信，哪怕是熟人。3天后部落庇护失效，草原神河变对，人口跌破100，鬼就会现原形。最棘手的就是夜晚。前2条规则已经说明一切，可第2条规则好像没提到商人，而且提示还说能和商人交易。你突然脸色大变。第2条规则说不能相信任何人，但要是对方压根不是人呢？想到这儿，他浑身发冷。这里除了人就是鬼，难不成商人是鬼办的？可他为啥没立即动手？难道鬼也得守规矩，变成商人时不能随便害人？你偷瞄商人在吃东西没啥异常举动，这才稍微安心。你熬了整晚坚持住。天快亮时，商人站起来说要离开，感谢他昨晚的帮助，递过来一张卡片当礼物。商人走后，你发现那张卡片竟是自己用过的变身卡，而背面新增了第5条规则：最后活下来的人才能赢。这条规则令他脸色骤变，这意味着他得眼睁睁看着其他人被鬼杀死。何况人数降到100以下时，鬼会变成真正的鬼，到时候能否逃脱都是未知数。这规则简直形同虚设。正想着，卡片上又浮现一行字：真相只有一个，鬼怕人多。你顿时精神一振，想起部落每天聚集几十人，却从未遭袭，恍然大悟，原来是人数优势让鬼不可靠近。你忽然疑惑第3条规则的真实性，现在真假难辨，让你头疼不已，决定先搁置思考规则的事。当务之急是搜寻更多物资，特别是保命的卡片。走出木屋时，发现周围草丛已恢复原状，完全看不出你昨日走过的痕迹。你记得昨晚是在木屋前面进楼，这回打算从后面离开。草原安静的可怕，连一丝风声都没有。你每走一段就停下来歇息，确保体力充沛，要不然遇到鬼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。这次运气不错，居然遇到了2个神河，可惜里面空空如也。忽然你耳朵捕捉到前方急促的沙沙声，像是有人在拼命奔跑。你立马停下脚步，只见不远处一道人影在草丛中狂奔，可草丛哪有那么好跑？挡路的草叶大大拖慢了那人的速度。你看到那家伙身后正被一个体型巨大的鬼追着，虽然见过好几次鬼，但这次你心里有底气了，打不过至少能跑。突然鬼把手里的巨棒狠狠砸向那人脑袋，只听啪的一声，脑袋当场炸裂，腥臭未熏的你差点吐出来。鬼心满意足的蹲下开吃，居然连尸体都不带走，你就蹲在原地，距离那鬼不到2米，心里直打鼓，是该趁机溜走，还是干掉这鬼？一旦逃跑肯定会发出声音，鬼的速度可不比人类慢，要是被一直追着，迟早会被抓住。这么一来，你只能想到一个办法，你当机立断从身上掏出一瓶汽油，随手撕下一小块布当引子，用打火机一点就着了。你二话不说就把点燃的汽油瓶扔向鬼，那鬼还在啃尸体，完全没注意到，就算察觉也来不及躲。汽油瓶在鬼身上炸开，火焰四溅，烧得他嗷嗷直叫。你不由庆幸周围的草都是活的，要是枯草打死你也不敢这么干。那鬼在草里拼命打滚，可汽油火哪那么容易灭？没多久就闻到焦糊味，惨叫声也越来越低，直到鬼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跟死了一样。你还不放心，继续躲着观察。过了个把小时，你发现鬼的手突然垂下来，这才后怕的意识到他居然有智商，想阴你。幸好你够稳，不然真要被他骗了。继续等了片刻，你觉得时机成熟，便走上前去。这只鬼的死状相当凄惨，头顶毛发全都烧焦，整张脸扭曲的不成人形。比起鬼可怕的外表，你更关心的鬼物身上会不会藏着有用信息？你蹲下身仔细搜索，没多久就摸到一个冰凉的小金属盒。
只鬼已经吃了666个人类，可你却开心的将自己送给鬼当点心。看到这一幕，直播间瞬间炸了！疯子，快跑啊！主播不要命了，完了，又要死一个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你之所以这样，只因你手上那张看起来普通到极致的卡片。此时，你拿起与之前塑料盒子不同的金属盒子，兴奋地掀开盒盖，里面静静躺着一张名为白日卡的奇怪卡片。正在疑惑这张卡是不是只能在白天使用时，熟悉的提示音及时出现：这张卡可以将黑夜变成白日。原来这张卡能够将黑夜瞬间变成白昼。你震惊的说不出话来，这效果简直逆天。要知道，对人类而言，黑夜处处受限，只有白天才能真正逃脱鬼怪追捕。关键时刻，这张卡就是救命神器。按照惯例，你翻到卡片背面，果然印着关于鬼的特殊规则。鬼1，鬼的数量维持在9个，如果有鬼死亡，会随机抽选一个人类变成鬼。2，鬼必须要每天吃一个人，不然会死。3，鬼的视力很差。4，夜晚会随机抽出2个鬼变成商人，面对商人必须要正常交易。通过这些规则，你终于搞清楚这里有9个鬼。虽然数量惊人，但分散在广阔区域已经算少了。最让你在意的是鬼必须每天吃人，否则就会死亡的设定，这绝对是个关键弱点。只要盯住某个鬼不让他得逞，就能让他自取灭亡。这种概率实在太低，要不是有汽油瓶，你根本干不掉一个鬼。何况等到鬼完全成型，物理攻击估计都会失效。你并不清楚鬼的视力很差，毕竟每次见到鬼都下意识逃跑，哪会想这么多？你觉得这条规则很有可能是真的，否则为什么规则特别强调夜晚后不要随便移动，只有保持不动时鬼才无法察觉，一旦移动就会被发现。最后一个规则你昨晚就猜到了，现在想想真后怕，幸亏没对商人起什么歪心思，否则商人直接摊牌变成鬼，在房子里你根本无处可逃。作为上次仅存的2个国运者之一，很多国家都在关注你的一举一动。当他们发现新规则后，立刻通过3次提醒方式传达给自家选手，至少知道这些规则后，其他选手活下来的几率会大很多。另一个选手米勒自从找到部落后，就拼命刷好感度，完全没有离开的打算，好像准备一直待在那。可当他看到祖国支援小组发来的提醒后，脸色瞬间变了。如果3天后部落失效，那他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。他愤怒地咒骂着这个该死的规则对他太不利，必须想办法应对。你完全不知道米勒的想法，就算知道也无所谓，毕竟鬼是杀不完的，人类迟早会被鬼一个个干掉，这就是个死结。你满脑子只想着找到通关这次怪谈世界的方法，要么藏在某个部落里，要么就在鬼身上。可惜汽油瓶已经用完，想再遇到商人买一个纯靠运气。你走了一段路，发现个新木屋，看起来很久没人用，和上一个差不多。你琢磨着这些木屋应该是鬼住的地方，有些鬼死了，新鬼出现，才会多出这么多旧房子。这倒是给了你们国运者机会，基本上躲在破旧木屋里就不会遇到鬼。晚上还有2个鬼变成商人，安全性更高。你正想靠近，却听见里面有动静，你吓得差点跑路，直到听见有人喊：“我们是人不是鬼。”回头一看，果然走出来一男一女，你松了口气，只要不是鬼就好。那男的自我介绍叫大棒，旁边是他妹妹大花。你忍不住想吐槽这里人的名字怎么都是大字开头，难道是羡慕鬼的巨大体型？你自报家门后，很惊讶部落的人居然会出现在鬼的地盘，毕竟按大库所说，没人敢冒险进入鬼的领地。上次大库要不是被木屋后的东西，诱惑也不会那么大意。对方热情的解释这只是鬼废弃的屋子，顺便掏出食物招待你。你顺口胡诌自己来自大库部落，没想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男人居然也是个酋长。你纳闷怎么自己总能碰上部落首领。交流中得知这兄妹俩是为寻找食物出来，他们部落闹了饥荒，当对方恳请大库部落伸出援手时，你只能苦笑着编造自己其实是被大库收留的流浪汉。上次遭遇鬼时大库不幸遇难，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回去。兄妹俩立即理解新加入的成员确实不认得路，转而热情邀请他加入大棒部落。你暗自高兴，毕竟你正急着去部落打探消息，何况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。如果规则真是按你们进来那天开始算，今晚部落绝对要出事。你刚答应下来，大库2人立马高兴地带你在外头找红河，直到时间差不多才往回走。回去路上那俩人跑得飞快，简直像前面有灯塔引路似的，连停都不停。要不是你体质增强过，根本追不上。不知走了多久，眼前突然出现个新部落，这大棒部落跟大库部落差不多，就是青壮年明显少很多。你这才明白为啥大棒见你要加入那么开心。介绍环节里不少人都冲他友好的笑。吃完晚饭，你躺床上盯着外面的黑夜发呆。要按规则算，今晚准得出事。外头静的只能听见零星打呼声。你掏出跟大棒换的液晶表看了眼时间，眼瞅着都凌晨12点了，心想鬼该来了吧？结果硬是等到天亮，连个鬼影都没见着，直接给你整懵了。正怀疑规则是不是假的，突然大棒拿着 BB 机把所有人都召集起来。有人跑来告诉你大树部落被鬼毁了的消息，所有人都震惊的说不出话。毕竟在他们认知里，部落是最安全的地方，这是简直颠覆他们的世界观。虽然大家都不愿相信这个事实，但说话之人掏出每个部落都有的紧急联络，表示只有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才会使用这东西。有个族人发出凄厉的喊声，询问酋长现在该怎么办，部落都不安全了，要是去野外肯定会被鬼吃掉。其他人也都惊慌的附和起来，没人愿意接受这个事实，但更让他们恐惧的是要去危险的隐瞒。在外面遇到鬼基本就是死路一条，谁也不知道鬼会从哪冒出来。看到族人乱成一团，大棒也慌了神。虽说他是酋长，但实际权力不大，更多是管理者的角色。如今部落失去作用，什么管理方法都不管用。就在这混乱时刻，你站了出来，表示想说句话。大家都好奇的看向你这个刚加入部落的新人。酋长也开口问你有什么想说的。你对着众人说，既然大树部落已经被鬼毁灭，说明部落再也不能庇护大家，必须趁着白天赶紧换个地方。有人问能去哪里时，你嘴角扬起说，当然是被废弃的木屋。你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，觉得虽然不知道具体数量，但起码能住人，总比待在草丛里迟早被鬼抓住强。大棒眼睛一亮，觉得既然部落待不下去，废弃木屋确实是最好的选择。有人担心木屋太小，容纳不了这么多人，你早有准备。转头问大棒为什么部落能让草丛不生长过来，还能提供庇护。面对你的询问，大棒有些犹豫。大花见状不高兴地说，都这时候了，哥哥还隐瞒什么？难道要等部落的人都死了才敢说？你暗地里给他竖大拇指，这话也就他敢说。大
大棒终于松口说，这件事一直是酋长口口相传的秘密，只能告诉你一个人。大棒拉着你来到部落边缘，指着远方说道，其实最开始根本没有鬼，是后来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，才会出现鬼这种东西。大棒本以为你听到这话会大吃一惊，却不知你早就清楚鬼是由人变成的，自然不会感到惊讶。你听着大棒继续解释到，鬼要吃人，人要躲避鬼，可在这辽阔的草原上根本没有藏身之处，要是这么下去，人类迟早都会死光，到时候没人可吃的鬼也会跟着灭亡。后来有位英雄出面与鬼谈判，条件是人类需要一个繁衍生息的地方作为交换，鬼可以在其他地方捕猎人类，鬼答应了这个条件，才形成了人类如今的几个部落。可随之而来出现新的问题，鬼要是吃不到人就会死，必须得有人变成新的鬼来填补空缺的位置，于是就有了酋长。这只鬼已经吃了666个人类，可你却开心的将自己送给鬼当点心。看到这一幕，直播间瞬间炸了，疯子快跑啊，主播不要命了，完了又要死一个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你之所以这样，只因你手上那张看起来普通到极致的卡片。就在刚刚，你从大棒口中得知酋长是为了填补鬼空缺的位置时，惊得合不拢嘴。这下你终于明白酋长这个身份意味着什么，分明就是鬼的候补队员，一旦有鬼死去，就由酋长顶上这个位置。更让你震惊的是，意识到所谓的部落庇护所根本名不副实，只是鬼为了保持人类数量而故意放过的区域而已。你忍不住追问道，还有一个问题我很困惑，为什么部落周围的草不会长过来？大棒颓然地说，使用人类和鬼混合的血液就能让草丛停止生长，当初为了建立这么多部落，死去的人和鬼的数量根本无法计算。你听得满脑子疑惑，这些鬼怕不是有毛病，居然为了帮人类建部落驻地，连自己同类都牺牲。你忍不住问到，他们怎么舍得让自己同类去送死？大棒解释说，9个鬼中最强的被称为鬼王，正是他当初和人类英雄谈判才促成后来的合作。你恍然大悟，鬼王实力最强，完全可以逼迫其他鬼去死，只要保住自己就行。了解到部落的秘密后，你想起昨天杀掉的那只鬼，要是利用鬼和人类的血液，不就能扩大废弃木屋周围的安全区了？这样一来，部落的人就能继续聚集在一起。你可没忘记隐藏提示说过鬼害怕人多的地方。为了这个重要情报，你决定赌一把，把干掉鬼的事情告诉大棒。对方满脸震惊。根据这里的记载，除了当初和鬼王谈判的那位英雄外，从来没人单独击杀过鬼。大棒激动地说，你肯定是上天派来的英雄。你赶紧把话题拉回正事上，提出可以利用被杀的鬼的鲜血来扩大木屋范围。这个主意让大棒无法拒绝，毕竟草丛里根本无法住人。经过半天的紧张收拾，整个部落带着不舍离开了生活一辈子的家园。大棒心里清楚，曾经的约定已经失效，继续留下只会沦为鬼的食物。100多人的队伍如长蛇般穿行草原，靠着精准的方向感，很快就找到了废弃的木屋。看到这个新家，众人眼中终于燃起希望。随后，你协助大棒带着人手搜寻鬼的尸体。当部落的人看到死去的鬼时，震惊不已。大棒自豪地指着你说，是你杀死。几双崇拜的目光让你都不好意思起来。只有你心里清楚，能干掉那只鬼纯属运气好。当时那鬼正忙着啃尸体，完全没注意到身后的你。汽油瓶一旦烧起来，就会裹住鬼全身，他只能活活被烧死。大伙七手八脚把鬼尸抬起来，虽然放了一晚上，但那具尸体居然一点都没腐烂。回到新部落里头的人看到你们拖回一具鬼尸，全都傻眼了。当他们得知是你干掉了，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下来。大棒趁机教他们怎么扩张地盘，大伙立马开始捐血，和从鬼身上搞到的血混在一起，足足装了一大塑料桶。你有点怀疑的问够不够用？大棒拎着桶走到草丛边，舀了一瓢血洒过去，说也神奇，那些茂密的草像见了鬼似的疯狂后退，一下子空出好几米地。看着大棒挥洒着血水，你估摸着这一桶应该够用了。大家开始搭简陋的窝棚，毕竟带来的家当实在少得可怜。你转头问大棒，之前联系其他部落的事情有没有回音？得知有3个部落拒绝离开故土，你点点头表示理解，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离开生活一辈子的地方。何况就算找到废弃木屋，没有鬼血也无法扩大驻地，让100多人挤在几十平米的地方会更难受。你不打算勉强所有人，只要保证总人数不低于100就行。重点是要确保大棒部落的族人安全。你让大棒把部落里的物资都拿出来查看，大棒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毕竟你已经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人类的英雄。你在物资堆里仔细翻找，失望的发现虽然有不少打火机和蜡烛，但唯独缺少汽油。火攻计划行不通，但你很快想到新办法，既然硬拼不行，就用人数取胜。你找了些零碎金属和木棍，动手制作简陋武器。虽然部落里也有类似工具，但数量不多，平时主要用来开路，没人想到能用它对付鬼怪。看到你忙着做武器，大棒困惑地问你要做什么。你坚定地告诉他，既然鬼不想放过我，就必须想办法自救。你让所有人拿起武器，叮嘱他们就算遇到鬼打不过，也要从鬼身上撕下一块肉。经过多次与鬼交手，你已经摸清了他们的基本情况。那些2.5米左右、面目狰狞的鬼确实恐怖，鬼的力量尤其惊人，随手就能举起100多斤的人扔出去，远非普通人能抗衡。要想正面硬刚，必须靠人多势众攻击鬼的弱点，这样才有那么一丝胜算。大棒并非胆小之辈，只是之前顾虑太多，如今破釜沉舟也就无所畏惧。他郑重其事地交代你说，若是他变成鬼，就让他妹妹接任酋长之位，部落以后就托付给你了。这番真情实意的话让你愣在原地，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任。为了对付鬼，你绞尽脑汁想办法。突然灵机一动，想起卡片的事，你兴冲冲地跑去问大棒卡片的事，没想到他却一脸茫然地回答，部落里根本没有这玩意。这回答让你大吃一惊，愣住片刻，你突然想起件事，身为酋长的大库怎么可能没点保命的手？这只鬼已经吃了666个人类，可你却开心地将自己送给鬼当点心。看到这一幕，直播间瞬间炸了，疯子快跑啊，主播不要命了，完了又要死一个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你之所以这样，只因你手上那张看起来普通到极致的卡片。就在刚刚，你从大棒这里得知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任何关于卡片的事情。原本你认为酋长都有保命的东西，当时大库死的时候是因为太快没机会掏卡，现在看来这个世界的人在神河里开不出卡片，于是你提议所有神河都交给你来开，一方面想多弄些卡片提升大棒部落的生存能力，另
另一方面想看看别的卡片会不会有更多规则，尤其是通关方法，毕竟已经第4天了，现在国运者还剩下6成，没人知道怎么通关，就连人类和鬼的规则都是从你这儿抄的。随后大棒立刻让族人把神盒都拿回来让你开，没人敢违抗酋长的命令。你这次没出去，想让部落更安全些，你好奇地问大棒挖掉土壤还会不会重新出现。大棒告诉你他们这儿的土壤挖掉不会长回来，外面的也一样，但草丛还是会从挖过的地方重新冒出来。你点头恍然大悟，不过即便这样他依然能搞出些简单的陷阱。经历过伤人那档子事后，你终于明白鬼也是会受伤的，只要把陷阱做得够巧妙，哪怕碰运气也能让鬼吃点苦头，战斗力大打折扣。你告诉大棒需要些人手去附近设点简单陷阱，大棒当场就爽快答应了。由于青壮年都派出去找神盒了，部落里剩下老人、孩子和女人，但关系到部落安危，大家全表示要加入帮忙。一群人开始在新部落周围100米的位置挖陷阱，总共10个，几乎覆盖所有方向。先挖好，等那些人回来再最后布置，免得自家人踩了自家陷阱闹笑话。这一天你们这儿没人遇到鬼，但大棒又收到消息，一个梅挪窝的部落被鬼毁灭了，部落一共就9个，已经2个被毁，死的人不知多少。这样下去没多久就该轮到你们了。得知第2个部落的下场，剩下2个没走的部落总算开窍，选择离开原地。草丛这么大地方几乎没处能活人，唯独废弃木屋成了他们最好的选择。其他部落那边你管不着，但大棒部落外出的人总算在天黑前赶回来，他们几乎人人带回来好几个神盒，运气好的居然拿到10个之多。当然这种神盒个头都不会太大。大棒让人把陷阱最后一步弄好后，就站到你边上，他也想看看你所说的卡片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你深吸一口气，开始开神盒。第1个盒子运气不好，里面除了一点食物和日用品没啥特别，一直到第3个盒子总算开出一张卡片，可惜是变身卡，只能用来躲鬼，没法灭。你没放弃一口气，把总共56个神盒全打开，最终得到6张卡片，差不多1/6的概率也算不错。这6张卡片里有2张变身卡，2张疾风卡，1张束缚卡，这些你都有，所以没太在意。你唯一关注的是最后那张英雄卡，看到它时你满脑子问号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用了这张卡就能变成英雄？可要是这么简单，这怪谈世界是不是太容易通关了？你直觉认为可能性不大，不过许多看你直播的人都觉得英雄卡很关键，他们第一时间通知了自家的国运者。你们口才不佳又没有杀鬼的战绩，哪能轻易说服酋长？最终成功的人没几个。米勒那家伙不愧是影帝，演技一套一套的，忽悠个酋长简直小菜一碟。他照搬了你的法子，把部落带到了废弃木屋，可他没干掉鬼，弄不到鬼血，一群人只能挤在这小破地。说实话看着挺惨，他也让部落的人帮忙找神盒，倒是找到不少，可一打开里面只有2张卡片，还都是变身卡，除了躲鬼屁用没有。他需要的是英雄卡，气得直接骂娘。这一骂让部落人看他的眼神都变了。本来他就是靠嘴皮子说服酋长，其他人对他并不友好，毕竟不是谁都愿意离开舒适地方，挤在这睡觉都难受。米勒压根没注意这些，就算注意到也不在乎，在他眼里这些人全是 NPC， 死光了都不心疼。另一边，你检查了6张卡片背后的规则，发现没新规则后，这才看向大棒，拿出卡片给他看。让你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大棒一看到卡片，居然扑通一声跪了下去。大棒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大惊失色，听到大棒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：“您一定是上天派来拯救我们人类的英雄。”看得你嘴角直抽搐，你赶紧劝大棒掀起来好好说话。大棒总算站起身，告诉你下跪的原因。他认定你就是人类的英雄，因为多少年前上一个英雄也是在人类快崩溃时挽救大家。最重要的是，酋长一直口口相传，曾经的英雄手持卡片正面硬刚鬼王，所以大棒一开始听你提起卡片就有点怀疑。当他亲眼看到卡片，更加确信你就是上天派来的救世主。你整个人都傻眼了，怎么莫名其妙就成了英雄？周围人听到大棒的话，都对你投来崇敬目光，就像看神明一样。你赶紧解释自己不是什么英雄，但会努力让大棒部落活下去。大棒笑着点头，似乎你认不认都无所谓，反正他们认定了。你一看对方表情就知道解释白费，你索性放弃解释，先让大家整理物资，还提醒晚上最好分段守夜，这样安全点。你之前一直以为部落有庇护作用，从来没有考虑过守夜的事，但这次情况不同了，要是没人守夜，万一运气好真有鬼没踩中陷阱闯进来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到时候除了有卡片的他之外，其他人都活不长。你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卡片其他人能不能用？于是找到大棒，给了他一张变身卡，让他试试。大棒听说这卡片能让他变成周围的任何东西，整个人都惊呆了，这才明白为什么过去的人类英雄能对抗鬼王。不过他也清楚，只有你才能从神盒里开出卡片，别人开一辈子都没这运气。大棒看了看四周，毫不犹豫选择了变成一根草，毕竟草原上最多的就是草，躲在草丛里谁能发现？变成草的感觉很奇怪，他还保留着视觉和听觉，甚至能慢慢移动，只是速度跟走路差不多。他一点一点挪进草丛，然后一动不动，这样谁都看不出他是个人类。你看到大棒也能用卡片，便决定自己只留一组，剩下的都交给大棒安排。可惜的是，变成草后大棒失去了说话能力。过了足足半小时，大棒才用震惊的表情看着你：“小东兄弟，这样真的好吗？这可是你对付鬼的东西。”你大手一挥说：“一切都是为了人类。等到明天，让他们继续寻找神盒。最近神盒数量应该会增加不少。你可没忘记规则说过，一旦人类部落出问题，外面神盒的刷新率就会增加。”看到你连卡片这么珍贵的东西都愿意拿出来，大棒整个人都被感动。小洞兄弟，只要大棒部落在一天，就不会让你死在我们面前。大棒部落会一直保护你。随后，你留下一张变身卡、一张疾风卡、一张束缚卡，以及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效果的英雄卡，其他的都给了大棒。晚上，大棒按照你的吩咐，让一些部落的人分时间守夜。这里的人可没什么滑头，该干什么事情就是什么事情。这一晚上没有出现任何事情。隔天，大棒部落的人再次出去收集神盒，这一次大棒也出去，甚至还给一些部落中勇猛的人携带一张卡片。这些卡片在关键时刻遇到鬼的时候，可是能救命的。你其实也想出去，但是被大棒劝说下来，因为你对大棒部落来说太重要了，加上只有你才能从神盒中开出卡片，一旦你出事，他们部落就只能等死。到了中午，一个族人慌忙跑回来报告，说在外面遇见了一只鬼，距离部落不远，正追着一个人跑。